日来临，一场暴雨席卷了全球，很快洪水爆发，人们都被卷进水里淹死，陆地淹没，食物短缺，我却悠闲地在游轮上泡着温泉，整个游轮食物被我堆成山。上辈子毫不犹豫将我丢到外面，任由我淹死的前男友和小三，在电话里哀求着让我赏他一口饭吃，却被我无情地挂断。我喝着红酒，看着监控视频里的渣男和小三慢慢饿死。时间回到末日前，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垃圾回来？我正坐在沙发上发着呆，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抱怨着什么。回过神后，我看到我的男朋友潘启皱着眉头，正看着我刚从快递站取回来的快递，而一旁的白依依则整个身体都依靠在他的身上。原来我重生了，重生在了末日暴雨降临之前。突然，我的眼前闪过一道亮光，一个系统面板一样的东西出现在我眼前，左上角还有3个红色的数字，显示着091的字样。在屏幕中央还有一个小小的木筏。距离末日来临还剩下91天。一道机械的系统音响起，把我吓了一跳。我抬头看向对面的2人，发现他们面色如常，看来这道声音只有我能听到。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内心里疑惑道。玩家你好，我是末日求生系统。91天后，末日将会来临，整个陆地都会因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暴雨而被淹没。系统像是能听到我的心声一样，在我发出疑问的下一秒就立刻回答道。我试探着在心里问，这个小木筏是有什么作用？果然，系统回答道，我是游轮升级系统，只要玩家不断向我投放物资，木筏就会逐步升级，最后满级状态就是一艘长500米、宽70米的巨型游轮。那这个游轮有什么用吗？在末日来临时，游轮会实体化，并出现在玩家面前，只有被玩家在系统里授权过的人才可以登上这艘游轮。听到这里，我顿时兴奋起来，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潘启的声音却打断了我，你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我抬起头，收起笑容，冷冷地看向他。站在对面的潘启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会，然后又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现在脸上一脸冰冷，顿时吓得起了鸡皮疙瘩。我让你别再买这些便宜货了，你倒好，突然之间笑什么？还没等我回答，站在一旁的白依依突然发话了。小渊，我也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这快递盒子容易招蟑螂，小心家里到时候到处都是。说完，她故作害怕地往潘启身上靠了靠。白依依表面是我最亲的闺蜜，上辈子却偷偷和我男朋友暗度陈仓。她为了抢走潘启，经常话里有话的在潘启面前贬低我。就像现在，我明明每次都会将快递盒子留在外面，但她还是故意要将后果说得很恶心，从而想让潘启更加厌恶我。而潘启也确实很吃这一套。听了这话后，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嫌弃了。上辈子的我傻得可怜，为了挽回潘启，居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试图感动他，但换来的却是被他们霸占了自己的房子。他们还把我辛苦囤积的物资据为己有，最后将奄奄一息的我扔出家门。如今重活一世，我终于看清了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当潘启又摆出那副嫌弃嘴脸时，我直接怼了回去，我爱买什么买什么，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他显然没料到一向温顺的我敢这样顶嘴，瞪大眼睛说，你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怕我甩了你？我冷笑一声，求之不得。趁着潘启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已经翻着白眼把2人轰出门外。潘启在门口疯狂砸门，嘴里还叫喊着，林无渊，你敢这样对我？现在马上给我道歉，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谁稀罕你的原谅？我双手抱肩，透过可视门铃看着潘启无能狂怒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等到末日来了，他还不知道要怎么死，不想再理他，我将门铃关掉，转身去整理物资了。系统刚才提到，只要将物资放进系统里，就能给小木筏升级。现在还不知道升到最大等级需要输入多少物资。我看到桌子上买回来的自热火锅和方便面，开始操作放进系统里。很快，系统响起提示声。新物资囤放成功，经验值增加30点，小木筏升级为普通木筏，恭喜玩家！刚才放进去的物资也变成一个小小的图标，出现在了我的仓库里，所以这些物资并不会被系统吞掉，而是暂时存放在那里了。我在心里问道：没错，玩家所囤放的物资只是暂时保管在系统里，等到船只实体化后，玩家就可以根据自身所需从仓库取用物资了。听起来真是个十分方便的系统。上辈子除了潘启和白依依，连那些邻居都上门来争抢我的物资。现在他们被存放在系统里，任是谁来都抢不走了。其实我囤货的习惯源于从小缺乏的安全感，只有被充足的物资环绕，我才能感到一丝丝的安心。再加上最近几年我迷上了末日小说，对于可以囤下的物资种类也颇有研究，但我从不浪费，总会精准的在保质期前将食品全部解决。潘启却总嫌我买特价商品丢人，而白依依更是趁机添油加醋，把我形容成贪小便宜的疯女人。现在看来这样也好，让她捡走这个垃圾，省得我还要亲自出手。否则到时候在我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做准备时，这个男人还在旁边指手画脚当拖油瓶，那就不好了。他们应该到死都想不到，我的囤积癖在关键时刻居然能保命。我看了看系统里那艘木筏，想要在暴雨里存活下去，这个小小的木筏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多的物资。打定主意后，我立刻联系中介小吴卖房，听说要急售，电话那头的中介支支吾吾，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直到我抛出降价10%，超出部分全归你的条件，他的声音瞬间都明亮了起来。姐，您放心，市中心这种稀缺房源，3天内保准帮您出手。原本这套房子是我的父母早年投资的，也是想要留给我当做一个依靠。当年买入价还不到现在市价的30%，没想到这附近现在居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段。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我忽然想起上辈子暴雨第3天，就有人为抢这套房子砸破了我的门窗。这次我要用这套牢笼换取真正的自由。挂断中介的电话后，我立即申办了5张信用卡。
由于我之前的消费习惯良好，我拿到了不小的额度，我将这些卡全部套现出来。随后，我的视线又落在了电视柜上，那里堆满了我之前送给潘琪的礼物 ，Switch 限量款 PS5 绝版手办。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原来我早就无意间囤了这么多硬通货。我将这些东西全部挂到二手平台上甩卖，消息提示音顿时响个不停。一批资金到账后，我果断开始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扫货。这是我之前看的末日文里最喜欢的环节了。我前往各大超市，把米面粮油各种基础食材、各种方便食品、罐头、桶装水、饮料、零食等方便储存的食物都买了个遍。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买了一辆全封闭的货运卡车。每次采购完毕后，我都会让工人们帮我把东西搬到车上，然后由我自己开着这辆卡车停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再将货物都装进系统的仓库里。看着仓库那一栏里整整齐齐摆放的货物，我的安全感顿时拉满。当我把货车里最后一批可乐放进仓库后，系统响起了提示音：恭喜玩家获得30点经验值，船只系统从普通木筏升级为独木舟。屏幕正中央的那艘木筏顿时闪着光，切换成了独木舟的模样。我心中感到一阵欣喜，又离游轮近了一步。只是我已经往仓库里放了很多的食物，为什么经验值涨的速度变慢了？看着仓库里的物资，我陷入了沉思。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的目光突然落在放在一边的一个毛绒玩具熊身上。它是从小到大陪伴我长大的，每次只要我睡不着，就会抱着它。很神奇的是，只要抱住它，我就会很快陷入睡眠。你可不能被暴雨冲走啊！我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把小熊抱在了怀里。想到这里，我灵机一动，打开系统面板，把小熊放了进去。顿时，系统响起提示音：解锁新品类物资，经验值增加5点。5点，我之前可是放了一卡车的食物才增加30点啊！如果这个木筏升级到最后可以存储活物呢？想到这里，我心头一热。打定主意，等到木筏升级到游轮，我就去买小猫小狗，到时候一起在游轮上陪我。发现不同的物资品类还能提升经验值后，我的干劲更加充足了。这回不用跟老黄牛一样一车一车的拉食物，还只能加一点点经验值了。第二天，我正躺在床上，在网购软件里挑选着尽量不同品类的物资，手机就震动了起来。是中介小吴，我很快按下了接听。吴经理，是房子有消息了吗？因为从起床开始我就没有说过话，所以声音带了点沙哑。林小姐有好消息，房源刚挂出去没几天，就有位买家有意向了。刚来公司聊了几句，他就表示愿意按您的报价全款购房。小吴声音里透着不可思议，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听说您急售，特地来帮忙。老朋友，我的脑子飞速运转，知道我这套房子的人不多，有动机出钱买下来的就更少了。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我在指尖绕着自己的头发，那个人是不是叫潘琪？哎呀，您猜得太准了！小吴的声线激动得有些过于浮夸。就是他，看来你们真的是不错的朋友。我对着免提轻笑出声，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这样吧，你告诉他，要是下午就能带全款来看房，我再降3个点。听到我这么慨慨，中介那边更激动了，千恩万谢地挂断了电话。他们一行人来的比预想中还快，不到2个小时，我的门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打开门的一瞬间，我就看到白依依几乎整个人挂在潘琪胳膊上，新做的钻石美甲在楼道灯下晃得人眼晕。我跟潘琪分手后，他就彻底卸下了伪善的面具，对于我的恶意藏也藏不住。墙皮都脱落了呀！白依依用鞋尖踢了踢玄关处的踢脚线。启哥，你看这没搬，要不我们再押5万？潘琪故作深沉地抚摸我的门框。早说这老房子不行了，得重新装修一下。某些人自己拎不清，宁愿买那些垃圾，也不把钱花在装修上。现在倒是也不用装修了，反正他马上也要走了。白依依瞥了我一眼，没想到分手带给你的打击那么大，这么着急卖房子，是想赶紧离开这个伤心地吧？潘琪眼里透出一副嘲讽的意味。殊不知，他们在我眼里才是真正的冤大头。我根本不想搭理他们，只想快点将房子脱手，好拿到现金来囤积物资。他们以一副主人的姿态到处巡视着。白依依用她那长长的指甲到处指指点点，挑着这套房子的刺，想让我再压点价。但无论他们伪装的有多好，那股喜悦之情还是遮掩不住暴露了出来。当然了，在这么好的地段能以如此低的价格拿下这套房子，任谁都会觉得自己是占了个大便宜。我抱着手臂斜倚在门框上，看他们拙劣的表演。白依依耐心做的钻石美甲划过墙面，嗤笑一声：这破房子墙皮都快发霉了，也就你当个宝。我淡淡开口：小心点，碰坏了原装进口的护墙板，按价赔偿。他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随即又故作镇定：吓唬谁呢？这种老房子，2010年意大利定制款，当年单价8000一平。我打断他，似笑非笑地看向潘琪：要不要看看采购合同？哦，对了，当时你也在呢。潘琪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他当然记得，那年他非要买一双限量版球鞋，我不同意，他就赌气刷爆我的副卡，后来为道歉，才陪我去选了这套护墙板。白依依有些不服气地在口中嘟囔：不就是个破墙面吗？那么小气。一旁的潘琪悄悄用手肘对了对他，小声呵斥了一句：别说了。他只好一脸尴尬地转移话题：林无渊，我知道你最近又买了一堆吃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怕他故意拖长语调：家里引来老鼠吗？我心中一惊，面上却不动声色。你怎么知道我买了些什么东西？启哥的副卡能看到你所有消费记录。白依依得意地晃了晃手机，光是昨天就刷了100多单呢。你买这么多东西，不知道的人以为是要世界末日呢。听着白依依的话，我心里一个咯噔，他知道了什么？
就在我以为这对狗男女察觉到了漠视时，潘启顺势搂住白依依的腰，语气施舍般说道：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看你这样疯狂购物，作为前任，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别瞎看什么末日帖子。你有脸提醒我？我轻笑出声，我也提醒下你，别一边花我的钱养小三，一边偷看我账单。两人脸色顿时青白交错，我心里安定下来，看来他们并不知道末日即将到来。我也懒得再和他们周旋，直接拿过中介手里的合同。这房子你们看了半天了，到底买不买？要买就签，不买就滚。后面还有3个全款客户排队等着看房呢。我话还没说完，潘启就一把抢过了合同。我知道他忍不住，这套房子他觊觎许久了。上辈子在暴雨来临的第2天，他就把白依依带过来强行入住，美其名曰保护女友房产。潘启看着合同，手指因激动而微微发抖。一旁的白依依急得直拽他胳膊。启哥还犹豫什么呢？快签呀！这么便宜的房子，错过可就没了。你也听见他刚才说，后面还有人等着看。可是潘启面露难色。可是什么？白依依急的声音都夹不住了。潘启悄悄把他拉到角落，压低声音：他要求全款，我手头现金不够啊。他的额角已经因为紧张渗出了滴滴汗珠。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白依依有些嗔怪地打了他一下，随即追问：那你差多少？潘启犹豫着报出了一个数字。白依依听到后倒吸一口凉气，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包，眼神挣扎地在我和潘启之间来回打转。依依看出了白依依的犹豫，潘启赶紧握住她的手。等房子到手，我们转手就能赚100万，到时候咱们想买什么包包首饰都行。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白依依咬咬牙，从包里掏出一张卡。我这里有些积蓄，你先用着。中介小吴适时上前打圆场。两位真是郎才女貌，这么大方体贴的女朋友可不多见啊。说着利索地拿出 POS 机。那咱们这就开始办手续。我看着白依依颤抖着输入密码的样子，忽然想起上辈子暴雨来临后，她曾经得意洋洋地炫耀过这笔钱，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嫁妆。估计她在地下的母亲知道她是这么个德行，也会死不瞑目吧。交易进行得出奇的快，小吴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客户经理，准备文件的过程又全面又利索。终于到了最后一份文件，就在潘启准备签字时，白依依突然按住合同，转头对我露出假惺惺的担忧。哎呀，吴渊，你把房子卖了，接下来要住哪呀？该不会要流落街头吧？他嘴角的弧度几乎压抑不住，指甲轻轻敲击桌面。我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上周我刚把房子租给我父母，为期1年，我父母给我租的房子，我住一住没什么问题吧？听到这句话，对面两人的脸顿时黑了。什么？白依依的声音高了8度，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怎么能这么操作？房子都卖了，还想赖在这里？等这份合同签完，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我让你滚蛋，你就得给我滚！潘启恶狠狠地说道。白依依则回过头看向小吴。吴经理，你是专业的，快来评评理。中介小吴只能陪笑。按法律来讲，你们还真的不能把林小姐赶出去。怎么可能？整个房子都是我的了，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潘启瞪着眼睛看着小吴，把对方吓得冷汗直冒。你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懂买卖不破租赁的道理吧？我慢条斯理地开口，又将相关的条例搜出来摆到他们面前。两人仔仔细细确认了好几遍，发现确实有这么个规定后，顿时没了气势。看着他们瞬间僵住的表情，我微微一笑。所以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我还能继续住在这里。潘启猛地摔下钢笔，摸迹在合同上溅开一团污渍。原来你是在这等着坑我呢。最多3个月。我伸出3根手指，看着面前系统面板上显示的090的字样。当然，我会付租金。当我报出租金的金额时，看到白依依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两人交换了个眼神。我听到白依依小声跟潘启说道：启哥，反正我租的房子还没到期，咱们也不着急搬家，倒不如租给他赚点租金。潘启故作强硬的咳嗽一声。可是他住在这里。租金我现在就可以打给你。我打断他，故意让这句话在空气中停留片刻，并且在刚才的基础上再加10%。瞬间两人看着我，眼睛一亮。白依依立刻拽住潘启的衣袖，声音发嗲：启哥，反正咱们还要在这里住好久呢，也不差这3个月。说完，他冲我抬下巴。不过要写进补充协议，3个月后必须搬走。当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着一旁的小吴点了点头。他赶忙开始麻利的拟补充条款，将电子版给我们3个过目之后，小跑着出去打印了。我看着对面美滋滋的2个人，心底冷笑。3个月后暴雨早已降临，到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用他们赶，我自己就会走。小吴很快就带着新的合同回来了。待我们双方签完字后，潘启长舒一口气，松了松领带。白依则紧紧攥着那张余额所剩无几的银行卡，强装笑颜：启哥，咱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说完，他又斜睨了我一眼。某些人记得交租啊。当然。我干脆地拿起手机，将3个月的租金加押金都一口气打到了潘启的账户上。听着转款到账的提示音，2个人的嘴角都咧到了耳后根。潘启和白依依满脸欣喜的手挽着手离开了，在走出房门前，还故意当着我的面亲了一口。以前的我肯定会因为这个场景心碎，但现在的我只觉得他们演的戏实在是好笑。将2人送走后，中介小吴也带着签好的合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临走前还特意冲我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姐，您这手玩得漂亮。”房门咔嗒一声关上的瞬间，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不知道我父母其实早就去世了，说是父母租给自己的，只是在骗他们。我缓缓走到客厅中央，环视着这个装满我前世今生记忆的空间。午后的阳光透过纱帘，在落了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下意识地触摸着墙壁上那道浅浅的划痕，那是白依依刚才用指甲划过。
过的地方，真是可笑。我轻嗤一声，从手机里调出银行 APP。当看到屏幕上那串令人安心的数字时，我紧绷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指尖轻轻划过屏幕，数着那些零，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油然而生。这些钱足够我囤积更多物资，更快升级我的船只系统了。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客厅吊灯的位置，那里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此刻正在静静地拍摄着。像这样的摄像头，我的家里还有好多个。当初安装它们是因为独居缺乏安全感，没想到现在派上了更好的用场。我踱步到书架前，看似随意地调整了几本书的位置，确认着隐藏摄像头的状态。那个伪装成一本书的摄像头运转正常，正对着客厅沙发。走到餐厅，我的指尖轻轻擦过亚麻布的窗帘，那个做成螺丝钉模样的微型摄像头依旧牢固。我想起上辈子暴雨来临后，潘启和白依依就是坐在这个摄像头底下，一边享用着我囤积的食物，一边嘲笑我的愚蠢。检查完所有隐藏摄像头后，我站在客厅中央，缓缓转了个圈，很好，每一个角度都被完美覆盖。本来我打算在把房子卖掉之前拆除这些设备的，而现在既然下一任买家是潘启，那拆除似乎就没什么必要了。或许在暴雨来临后，我还能通过他们观察潘启和白依依，防止他们再产生什么伤害我的心思。坐到沙发上，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软件，屏幕上顿时分割出数个实时画面，每一个画面都清晰记录着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就像一张无形的网，静静等待着猎物上门。轰隆一声，下雨了，末世到了。不可能这么快！我连忙看了系统一眼，末世倒计时还未到来，还有时间。有了卖房的一大笔钱进账，我可以尽可能的囤更多物资了，还得再快点。想了想，我不能没有新鲜蔬菜，于是我又买了一堆种植用的土壤肥料和工具，当然还有最关键的各种蔬菜种子。为了保险起见，还买了不少速冻蔬菜，基本的药物也是不能少。我将自己平日里所要用到的药买了个遍，又囤了不少感冒药、抗生素、抗过敏药等各种基础药品。到了末日，能源也是重中之重，我又去采购了各式发电机、燃油、净水器以及各种野外生存设备。为了方便查找，我将囤积的物资全部都分了类，在大类下面还有各种细分的种类。距离暴雨降临只剩2个月，天气非但没有转凉，反而反常的持续升温，甚至升到了一个恐怖的温度，40摄氏度。连续数周，天空不见一丝云彩，毒辣的日头炙烤着大地，连柏油马路都蒸腾起扭曲的热浪。人们穿着夏装，躲在空调房里抱怨：这鬼天气，都快入秋了还这么热。全球变暖真是越来越严重了。我站在商场冷气充足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白花花的街道，行人步履匆匆，用手遮阳，谁也不知道这场酷热正是末日暴雨的前奏。只有我面前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在提醒着即将来临的灾难。小姐，这些都要打包吗？专柜店员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收回目光，看向柜台上堆成小山的物资，防水火柴、高强度尼龙绳、多功能刀具，全部包起来。我递出信用卡，视线却落在脑海中的系统面板上。大型多维帆船升级进度47%，下一等级明轮蒸汽船。不够，还远远不够。之后的1个月里，我像不知疲倦的蜂鸟，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天的目标是医疗物资，之前采购的药物，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远远不够。等末日来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得准备更多的器材或药物，以防突发情况发生。我缓步走进一家医疗器械店，这是市内最大的一家店了。体温计、血压仪、各种常备药品，我仔细清点着清单，在备忘录里把对应的记录划掉。店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解释，只是对他笑了笑。一回到车上，我就将这些物资全部都收进了系统里。物资入库成功，获得68点经验值。系统提示音响起，之前已经拿到了医疗物资品类的额外经验值，看来这次是不会再加了。几天后，我又开始转账户外用品店。冲锋舟、潜水服、渔具。当我指着展示柜最顶级的潜水设备时，店长亲自迎上来。小姐好眼光，这套装备能在水下50米正常工作。包起来。我干脆利落的刷卡，看着店员小心翼翼的将装备装箱。这些装备在暴雨后期会变得无比珍贵。回到家中，我打开系统面板，那艘帆船在虚拟界面上缓缓旋转。不行，还是不够。我摩挲着下巴，目光落在那似乎没有存储上限的系统仓库列表上。还有什么类型是我没试过的呢？我陷入沉思。当我看向窗户时，突然眼神一亮。我看到了阳光透过客房的玻璃窗，在窗台上洒下一片暖金色，而窗台上此刻正种着我以前种植的一株小番茄苗。这2个月来，除了疯狂采购，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种植。从最初的连多肉都能养死，到现在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蔬菜苗，生菜、小黄瓜、樱桃、萝卜，每一株都长势喜人。每天早上我都会仔细检查每一株幼苗的生长情况。我小心地捧起一株，它的叶片已经展开了，嫩绿的茎干上甚至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花苞。要不试试这个？我将系统界面调出，尝试着将那盆小番茄连同陶土花盆一起收进系统。下一秒，手中的重量突然消失。系统提示音欢快地响起，恭喜解锁新品类活体植物，经验值增加50点。我惊喜地睁大眼睛，连忙将其他的盆栽也一收进系统。每收入一盆，经验值就跳动一次。当最后一盆生菜从窗台消失，我的系统界面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光。那艘帆船在光芒中变形扩展，最终变成了一艘威风凛凛的蒸汽船。铜制的管道闪着金属光泽，黑色的船身上还有精致的浮雕装饰。我着迷地欣赏着这艘新船，比起之前的帆船，蒸汽船明显大了不少。甲板上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温室穹顶，看来系统自动为我的植物安排了种植区。
区，太好了！只是不知道被收进系统仓库的植物会怎么样。第二天一早，我就从仓库里调出一盆小番茄，我仔细检查着它的状态。令人惊喜的是，在系统的保存下，它似乎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叶片依然翠绿饱满，丝毫没有蔫萎的迹象。看来以后可以多种些不同的作物了。水果、香料、药用植物，除了植物之外，我还在里面养了各种鸡鸭鱼羊等等，小猫小狗也各养了一只。只可惜这些和植物一样，放置的再多，经验值也只是增加一点。看着仓库里日渐丰盈的物资，我心里的安全感逐渐增加。末日来临，倒计时半个月，整个城市依旧酷热难耐，但我已经能隐约嗅到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潮湿气息。我的采购清单越来越短，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手绘的稀有物品狩猎图，图上面标记着城中各个偏僻的旧货市场、手工艺作坊，甚至废品回收站。我总觉得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品类全都买了一遍，但经验值还是越涨越慢。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很快迎来了转机。我蹲在一个地摊前，手指轻轻拂过一件造型古怪的铜制器物。这个多少钱？摊主是个留着长须的老人，他眯着眼打量我。小姑娘，识货，这是老船上的蒸馏器，能提取淡水的。我强压住心中的激动，不动声色地付了钱。当这件沉甸甸的铜器被收进系统时，提示音格外悦耳。物品收入成功，经验值增加30点。就这样，我这些天不停地从各个市场淘货，不断给船只系统增加经验值。暴雨来临倒计时还有一天，夜晚来临，我疲惫地瘫坐在沙发上，对着系统里那个极其接近满级的经验条发呆。好累啊，还好我当初买了个足够贵的沙发，躺在上面可真舒服。我自言自语道。哎，沙发。对了，我还没有在系统里放过家具类。我兴奋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赶紧把身下的沙发收进系统里。物资入库成功，获得20点经验值。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等明天家具城一开门，我就去扫货，一定能把经验值填满。暴雨来临，倒计时0天，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从天切换到了小时。我起了一个大早，直奔家具城。经过一天的扫荡，我把各种类型的家具买了个遍。当工人们把最后一把椅子装进我的货车里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只需要把货车开回家，将这些东西入库就行了。哎，这不是灵物渊吗？怎么找到新房子了？我刚准备开车走人，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是白依依。她依偎在潘琪身旁，后者则一脸鄙夷地看着我。看看你，离开了我之后灰头土脸的。经过一天的奔波后，我确实有些疲劳，但现在被他们这样贬低，我一点也不觉得伤心。毕竟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正在飞快地跳动，我现在没时间跟他们闲扯。距离暴雨降临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我的船只系统还没有升到顶级，必须争分夺秒将物资入库。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我走。站住，不许走！潘琪大声说道。要是我没记错的话，3个月时间已经到了，你该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我今天就搬出来，你现在就能住进去了。反正该拿的东西我都已经放进系统仓库了。那个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了。两人对我如此干脆的态度感到一阵惊讶，一时间找不到话来回我。我已经开始焦急了起来。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忙。不许走！谁知道你有没有把房子弄得一团糟？你得跟我们一起去验收。白依依紧紧拉着我不松手。我急得直冒冷汗，半小时内肯定不可能开回家里。但看着眼前难缠的两人，我也深知要是拒绝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我走。好吧，不过我要跟你们分头走。我回答。白依依还想说什么，被潘琪按住了。看来这两个人刚才还打着蹭我的车回去的算盘。目送两人打车离去后，我赶忙冲进货车的货箱，只剩下10几分钟，已经来不及再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了。我动作迅速的一件一件收入着这些家具，系统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最后一个床头柜刚被收进仓库，我的眼前就出现一道炫目的金光。物资入库成功，经验值增加20点，船只系统已升级。恭喜玩家获得诺亚方舟级豪华游轮。听到系统提示音，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终于成功了！我开心地在货车货箱里手舞足蹈。眼前系统界面上，一艘巨大的游轮缓缓旋转，它流线型的船身泛着珍珠般的光泽，甲板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温室穹顶、太阳能板阵列，甚至还有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组。车外滴滴雨点终于敲击在车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系统发出刺耳的提示音，紧接着就是一串冰冷的提示音。倒计时结束，末日暴雨来临。轰隆一声，一道无比粗大的雷电从天空落下，照亮了整个城市。末世来了！雨点开始稀疏地敲打在货车箱顶，发出细碎的哒哒声。行人们纷纷找到可以遮雨的地方躲避。我握紧方向盘，深吸一口气，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货车在逐渐密集的雨幕中穿行，雨刮器以最大频率摆动，仍难以完全看清前方的路况。透过模糊的车窗，我看见路边一对情侣正狼狈地用皮包挡在头顶，衬衫被雨水浸得湿透了。还好赶上了最后几分钟，把油轮拿到手了。我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方向盘。雨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大，原本稀疏的雨点已经粘成雨丝，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水痕。系统界面悬浮在视线前，正中央那个巨大的游轮图像让我感到一丝安心。但我知道，如果不在水深前将游轮释放到合适的位置，再先进的船只也只会成为搁浅的废铁。港口，必须去港口！我在心中默念着，拐上了通往港口的高速公路。雨幕中，其他车辆都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只有我这辆货车依然保持着正常速度。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雷声轰鸣，暴雨终于彻底爆发，雨水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能见度瞬间降到不足10米。我不得不降低车速，紧张地注视着前方道路。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报着关于这场大雨的报道。本市遭遇特大暴雨，预计
计将持续4到5个小时，请各位居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我笑了，4、5个小时。事实是这场大雨会下整3年，雨水中已经开始积聚在低洼处，车轮碾过时溅起巨大的水花。我看了眼系统时间，距离暴雨开始才过去不到20分钟，路面已经有了明显积水，得快点了。我咬紧下唇，小心的加速。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见几名交警正在冒雨指挥交通，积水已经没过他们的脚踝，但仍在坚持工作。我的心中泛起一丝苦涩，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越靠近港口，路况越糟糕，某些路段积水已经达到小腿深度，少数车辆冒险涉水通过，更多车辆选择绕道或停滞不前。还好我今天开的是货车，底盘很高，发动机不会因为进水而熄火。手机在副驾驶座上不停震动，屏幕上潘启的名字固执地闪烁着。我单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摸索着按下蓝牙耳机的接听键。林无冤，潘启的声音立刻炸响在耳边，几乎盖过货车的引擎声和雨声。我们到房子这了，你人呢？不是说好等我们验收的吗？我小心地避开前方一段积水较深的路面，语气尽量平稳。突然有急事先走了。你电话那头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呼吸声，接着是白依依在一旁小声煽动的背景音。你知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潘启开始喋喋不休地挑刺。客厅地板被你的家具压出凹痕了，阳台推拉门也卡住了，还有……你说个数，我赔给你。我不耐烦地打断他，同时猛打方向盘，避开一个漂浮过来的垃圾桶。电话那头明显安静了一瞬，我几乎能想象出两人对视时眼中的贪婪。货车驶入港口区域，雨势更大了，密集的雨点砸在车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片刻后，潘启报出一个夸张的数字，我忍不住笑出声。港口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保安正在艰难地试图关闭大门。这样啊，我关闭手机话筒，按响喇叭，同时降下车窗，对保安喊道：“预约的货轮供应商。”然后打开话筒，继续对电话说：“那我得确认一下损失情况。”保安犹豫着打开大门，我驾车驶入港口区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窣声，还有交谈声。麻烦你圈出来具体哪些地方跟3个月前不一样。我说着，将车停靠在最深处的泊位，我照价赔偿。电话那头陷入尴尬的沉默，只有雨声和压抑着的争吵声。我关闭发动机，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望向汹涌的海面。这个。潘启的声音明显虚了不少。这个阳台推拉门明明就是什么？我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视频里显示的清清楚楚，那扇门2年前就不好用了，你还说要给我换扇新的门，不记得了。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我冷笑一声，不再和他废话，直接把手机扔出车外。我推开车门，暴雨瞬间将我淋得透湿，我仰头举起双手，密集的雨滴落在我的身上，仿佛是在迎接我的心声。本来他要是能收敛一点，说不定我还施舍给他一点赔偿金。现在他1分钱也别想拿到了。暴雨中，港口的海水已经开始上涨，浪花拍打着码头。我望着汹涌的海面，深吸一口气，打开系统界面。系统在目标点释放游轮。刹那间，一道耀眼的金光穿透荧幕，巨大的游轮凭空出现在泊位上，随着海浪轻轻摇摆。它比系统界面上看到的还要宏伟，流线型的船身在暴雨中依然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我快步登上舷梯，当双脚踩在游轮甲板上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涌上心头。转身望去，港口外的城市已经笼罩在灰蒙蒙的雨幕中，街道变成河流，车辆如玩具般漂浮在水中。推开厚重的舱门，我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屏住了呼吸。挑高近10米的豪华大厅映入眼帘，水晶吊灯从穹顶垂落，数千颗施华洛世奇水晶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大理石地面光可见人，倒映着2侧的金色廊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氛。我的鞋全湿了，索性就脱掉扔在一边。当我赤脚踩上柔软的波斯地毯时，感觉自己仿佛踏在云端。左手边是跳空设计的弧形楼梯，右手边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外暴雨如注，反而更衬的是那温暖宁静。浑身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冷得我直打哆嗦。我赶忙按照系统的指示，快步走向客房区域。推开总统套房项目大门的那一刻，我又一次被震撼了。这哪里是船舱，分明是顶级豪宅的配置。客厅宽敞的可以办舞会，整面墙都是防爆玻璃，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卧室内 King size 大床看起来柔软的不可思议。我迫不及待地冲进浴室，被黄铜五金和黑大理石装修惊艳得倒吸一口气。按摩浴缸大的足以容纳3人，当热水淋遍全身时，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疲惫和寒冷被彻底驱散。洗完澡出来，我裹着柔软的浴袍，发现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不停。原来的业主群里已经炸开了锅，地下室全淹了，我的珍藏版茅台呀！谁家有吃的？外卖全停了，快饿死了。天气预报说这雨要下好几天，怎么办啊？我看着一条条抱怨，心情复杂。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就在这时，一声猫叫，我的睡裙被往下拽去。我低头一看，一只浑身雪白的小猫咪正在睁着蓝宝石一样的眼睛看着我。我弯下腰抱起它，温柔笑笑。经历了1天的奔波，我顿时感觉疲倦感袭来。我抱着小猫摔进那张大床里，满足地叹了口气。天鹅绒床垫十分柔软，我几乎瞬间就陷了进去。而前世的我，那时我只能睡在客厅地板上，听着主卧里潘启和白依依的嬉笑声，身上只有一条薄毯。真是傻的可以，我轻声自嘲，把脸埋进羽绒枕里，小猫也安静地陪着我。意识渐渐模糊，最后记得的是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和身下云朵般柔软的触感。第2天自然醒来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躺在巨大的床中央，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包裹在云朵里的豌豆公主。床垫柔软却富有支撑力，无论怎么翻身都舒适的令人叹息。我慵懒地伸展四肢，感受着高级埃及棉床单的丝滑触感。
前是那些冰冷的地板、单薄的毯子，还有主卧里传来的嬉笑声，都遥远的像是上辈子的事。好吧，确切的说，就是上辈子的事。我起身简单洗漱了一下，拿出一件真丝睡袍穿上，就抱着小猫悠闲地走下楼，准备前往餐厅。坐在餐厅的椅子上，我将系统仓库里的一些食材转移到了餐厅的双开门冰箱里。各种食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冷鲜柜里躺着色泽诱人的澳洲和牛、法国鹅肝，蔬果格里堆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我轻哼着歌，给自己煎了一份太阳蛋，配上班尼迪克酱和烟熏三文鱼。烤面包机叮的一声弹出金黄酥脆的吐司，咖啡机正咕噜咕噜地萃取着香浓的意式浓缩。最后，我从保鲜柜里取出一盒新鲜树莓，精心点缀在餐盘边缘，完美。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端起餐盘走向临窗的餐桌。窗外，暴雨依旧不知疲倦地敲打着海面，但游轮稳得如同陆地一般。我抿了一口咖啡，突然想起什么，拿出平板打开了老房子的监控软件，画面亮起，潘琪和白依依正坐在餐厅里用餐。此刻的他们全然也没有意识到末世已经到来。此刻，他们用着我精心挑选的意大利大理石餐桌，上面摆着2份精致的刺身拼盘。潘琪手里晃着一杯红酒，脸上的优越感都快溢出屏幕。看看业主群里那些人，白依依用筷子夹起一片厚切三文鱼，嘴角带着讥诮的笑。下个雨而已，吓得买了一堆泡面自热锅，真是一副穷酸样。潘琪附和着点头，抿了一口红酒。就是这雨顶多下个1周也就停了，还不如跟我们一样买点高级食材享受生活呢。他得意地晃了晃酒杯，这可是我珍藏的勃艮第，现在喝正合适。我切下一块嫩滑的太阳蛋，看着蛋黄缓缓流出，忍不住轻笑出声。监控画面里，两人正举杯相庆，丝毫不知道他们的高级食材根本撑不过1周。享受吧！我对着屏幕举了举咖啡杯。等断电之后，看你们的深海三文鱼和高级牛排能撑多久。画面中的白依依正在炫耀新做的美甲，潘琪则忙着给2人的酒杯酗酒。他们身后的窗外雨水已经淹没了楼下花园的雕塑，水位正在悄然上涨。我关掉监控，悠闲地享用完最后一口早餐。餐盘里的每一样食物都保持着最佳口感。游轮上的智能恒温系统让一切都很完美。暴雨第5天，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雨水不知疲倦地倾泻而下。我站在游轮宽敞明亮的厨房里，中岛台上摆放着各式厨具，头顶的灯光柔和地照下来。游轮的发电系统正平稳运转，将风暴的能量转化为温暖的电力。平底锅里的澳洲和牛排正煎得滋滋作响，迷迭香和蒜片的香气在空气中交织。我熟练地翻面，看着肉排表面泛起完美的焦糖色，旁边的蒸锅里龙虾尾渐渐变红，散发出海洋的鲜香。这种天气果然还是需要一杯冰饮。我自言自语着打开双开门冰箱，取出提前冰镇好的芒果和椰子水，破壁机轻声运转，很快一杯金黄诱人的芒果冰沙就做好了。杯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我特意插上一把小纸伞和吸管，享受着这末日中的小小仪式感。忽然想起什么，我端着餐盘走到控制台前，调出老房子的监控画面，屏幕亮起的瞬间，我忍不住轻笑出声。画面里，潘琪正对着敞开的冰箱唉声叹气。原本塞满高级食材的冷藏室，现在一片狼藉，化开的血水从变质的牛排和三文鱼中渗出，把整个冰箱弄得一团糟。他抓起一盒已经发灰的和牛，痛心疾首地扔进垃圾桶。早就说过该买点罐头和自热锅。他埋怨地瞪了白依依一眼。现在好了，这些高级货全完了。白依依正对着镜面橱柜整理头发，闻言立刻反击。当初是谁说喜欢精致生活，看不起林无渊那种万事都要讲究实用的样子的？他模仿着潘琪的语气，买那些便宜货多掉价。我们要活得有品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潘琪被噎得说不出话，嘴唇动了动，最终小声嘟囔。最起码他囤的方便食品不会2天没冷藏就坏掉。他要是在的话，我们最起码现在不会饿肚子。这句话说得很轻，但白依依显然听到了，她猛地转身，眼睛瞪得老大，刚做好的美甲深深掐进掌心。潘琪，你居然敢说这种话！我切下一块完美的牛排，肉质鲜嫩多汁。监控里，两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潘琪看着空荡荡的厨房，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懊悔，而白依依则气得满脸通红，把最后半瓶矿泉水重重摔在桌上。暴雨已经将供水系统污染，他们现在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十分浑浊。而我的游轮上，净水系统正在底层平稳运行，将过滤后的纯净水输送到每一个龙头。我轻轻晃了晃手中的冰饮，杯中的小纸伞随着动作轻轻旋转。窗外的暴雨依旧猛烈，但游轮内的一切都舒适而安稳。看来我抿了一口冰饮，精致生活也是需要电力的呢。暴雨第10天，我从恒温泳池中缓缓起身，水珠顺着肌肤滚落，泳池的水温被精确控制在28度，与窗外肆虐的暴雨形成鲜明对比。我裹上柔软的浴袍，随手拿起控制台上的平板，指尖轻滑，监控画面亮起的瞬间，2个人的身影映入眼帘。画面里，潘琪和白依依已经瘦得颧骨突出，正像2只饿极的老鼠，分头在屋里翻箱倒柜。潘琪原本精心打理的发型，现在油腻地贴在额头上，白依依那身名牌家居服也皱巴巴地沾着污渍。潘琪突然像是看到了什么，发了疯地冲进了储藏室里。当他重新出现时，手里拿着一包被压变形的红烧牛肉面，那表情像是找到了传世宝藏，是我去年藏起来的备用品。我喃喃自语，居然真被找到了。最讽刺的是，潘琪曾经最鄙视这种廉价垃圾食品，现在他却颤抖着撕开包装，连调料包都来不及撒匀，就迫不及待地啃起干硬的面饼，碎屑沾满他的嘴角。他吃得那么急，甚至被噎得直捶胸口。白依依眼巴巴地看着，咽着口水问：“能分我一点吗？”潘琪护食地把面饼转了个方向，含混不清地说：“我再找找，说不定还有。”我随手拿起一旁冰桶里的香槟，金黄色的气泡在杯中小幅升腾。刚
刚抿了一口，眉头就皱了起来。监控里的潘启此时已经把方便面吃得一点不剩，他盯着包装袋喃喃自语：对了，林无渊。白依依立刻凑过来，眼睛里冒出金光。对啊，你那个囤货狂前女友，她那里肯定有吃的。两人对视了一眼，嘴角浮上一抹狡黠的笑意。他们那种贪婪的目光，我太熟悉了，和上辈子他们霸占我物资时的表情一模一样。潘启甚至舔了舔嘴角的调料粉，仿佛已经在幻想自己霸占我物资的模样了。我轻轻晃动着香槟杯，气泡细密的上升。窗外的暴雨还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舷窗，而监控画面里那两个人已经开始翻找手机，显然在琢磨怎么联系我。真是不死心啊！我轻叹一声，品了一口香槟。我轻晃着香槟杯，看着监控画面里两人饥肠辘辘的模样，嘴角泛起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我未免太晚了。暴雨已经持续了10天，整个城市早已变成汪洋。我们小区的地势较低，洪水早已淹到了3楼。就算他们知道我在港口，也不可能穿越这片死亡水域。然而第2天清晨，当我正在享用鲜榨橙汁时，监控画面里的动静让我有些惊讶。潘启正把几个塑料收纳箱拖到客厅，白依依则在一旁疯狂地翻箱倒柜。两人眼下的乌青显示他们一夜未眠，但眼神里却燃烧着一种疯狂的希望。这个可以用。潘启兴奋地举起几块拆下来的衣柜隔板，白依依咬咬牙，突然冲进卧室，抱出一堆她最珍爱的名牌衣裙。我一眼就认出那条名牌连衣裙，上辈子她曾得意地告诉我，那是潘启用我的副卡买给她的。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拿起剪刀，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昂贵的布料剪成条状，纤细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但她眼中只有疯狂的执念。这里要绑紧一点。潘启满头大汗地指挥着，用那些名牌布料将木板和塑料箱缠绕在一起。经过数小时的折腾，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筏居然真的成型了。它看起来像是随时会散架的样子。他们费力地将筏子搬到了楼下，将它放置在水面上。虽然很破烂，但它居然真的能浮起来。潘启先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筏子剧烈摇晃，白依依吓得尖叫：“快点！”最终两人都战战兢兢地坐上了这个简陋的筏子。潘启用一块木板当桨，笨拙地在漂浮着各种垃圾的洪水里滑行。我放下橙汁，饶有兴致地看着监控。筏子经过的地方漂浮着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腐烂的食物、动物的尸体、各种虫子。白依依紧紧抓着筏子边缘，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每一次晃动都让她发出压抑的惊叫。而潘启则拼命划着水，眼睛死死盯着前方。那种疯狂的执念让我想起上辈子他们抢夺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表情。我却并不担心，且不说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就算知道了，要滑到这里也要好几天。暴雨持续肆虐的第11天，游轮内部却依然保持着恒温恒湿的舒适环境。我正在顶层观景台享受日光浴，当然是人造日光，但足以让人心情愉悦。突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系统界面突然红光闪烁，机械的提示音在我耳边响起：警告，检测到人类生命体靠近，距离200米，正在持续接近。我挑眉起身，快步走向控制室。高清监控画面亮起，那个破烂的木筏正在波涛中艰难前行。潘启和白依依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却还在拼命划水。居然真找来了！我轻哼一声，看来潘启比我想的要狡猾，8成是在我的货车或者手机里装了定位器。他们显然被眼前巨大的游轮震撼到了。白依依张大嘴巴，连划水都忘了。潘启则眼中冒出贪婪的光，仿佛饿狼看到了肥肉。开门，林无渊，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潘启用尽力气拍打着游轮特制的合金大门，手掌拍得通红。我悠哉地调出外部通讯系统，他们的脸顿时出现在舱门侧的显示屏上。两人先是一愣，随即露出狂喜的表情。无缘太好了，你还活着！白依依立刻换上那副假惺惺的关切表情。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快让我们进去吧！潘启也急忙附和。对啊，看在我们往日情分上，帮帮我们吧。这鬼天气实在太可怕了。我微微一笑，转身从餐桌上取来一份刚做好的香煎鹅肝，金黄酥脆的表面还冒着热气，配上黑松露酱汁，香气仿佛能穿透屏幕。他们的话戛然而止，我慢条斯理地切下一块，故意让刀叉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鹅肝在唇齿间融化时，我满足地眯起眼睛，透过屏幕能清楚地看到两人喉咙滚动、疯狂咽口水的模样。你，潘启终于反应过来我在戏弄他们，气得脸色发青。林无渊，你什么意思？白依依则还在做戏，眼泪说来就来。无渊，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放下刀叉，端起一旁的红酒，轻抿一口，这才缓缓开口：“二位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说囤货的人很掉价来着？”他们顿时语塞。我继续享用美食，每一口都吃得格外仔细。当他们眼睁睁看着我吃完最后一口鹅肝时，潘启终于爆发了：“贱人，你给我开门！”他疯狂踹向合金大门，却反而被反作用力震得踉跄后退。白依依也撕下伪装，尖声咒骂：“你不得好死！等我们进去，有你好看！”我轻笑一声，关闭了外部通讯，他们的叫骂声被彻底隔绝在外，只能无能狂怒地拍打着坚不可摧的合金大门。警报系统显示，他们还在徒劳地尝试各种方法，而我已经准备去享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了。一觉醒来，窗外的雨势仍然没有减弱，锲而不舍地拍打着舷窗。我慵懒地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一边刷牙一边打开了监控屏幕。门口空空如也，只有浑浊的洪水轻轻拍打着船身。终于放弃了，我轻笑一声，心情愉悦地走向厨房。爆米花机嗡嗡作响，金黄的玉米粒噼里啪啦地绽放。我顺手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冰镇可乐，倒进专门的可乐杯里，又切了一片柠檬扔进去，气泡在玻璃杯里欢快地上升。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冰爽的感觉让我一激灵，随即满足地叹了口气，抱着零食走进私人影院。我陷进柔软的真皮沙发里，开始在片库里挑选电影。然而正当荧幕上放映到关键情节时，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划破宁静。又来了！我不耐烦地皱眉，快步走向控制室。
监控画面让我愣了一瞬，只见游轮前方聚集了10几个人，站在几个简陋的木筏上。潘启和白衣站在最前面，身后是一群面黄肌瘦的幸存者。大家看看，潘启声嘶力竭地喊着，手指向游轮。这里面有吃有喝还有电，他一个人却霸占着这么多资源。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一个妇女喊着：“求求你开门吧，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她怀里的是一个看起来已经有10岁的男孩子。白衣适时地站出来，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都是我的错，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比无缘优秀，让他心里不平衡了。他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要是我早点发现他的嫉妒心理，也许就不会这样了。这话立刻点燃了众人的情绪。一个壮汉挥舞着拳头吼道：“因为嫉妒，就要把这么多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还是人吗？”就是开门。其他人跟着附和。凭什么你一个人享受？潘启趁机煽风点火。我们都快饿死了，他还在里面享受，这种自私的人就该。话音未落，突然有人开始用铁棍猛击游轮大门，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找来各种工具，疯狂地砸向船体。我站在控制台前，透过高清摄像头冷眼注视着门外疯狂的众人，他们的叫骂声和砸门声透过厚厚的合金门板隐约传来，像是一群困兽的哀嚎。各位，我按下外部通讯键，声音通过扬声器平静地传出：如果你们继续暴力破门，游轮的安保系统将会启动自毁程序。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动作都僵住了。我继续慢条斯理地说：到时候整个仓库的物资都会沉入海底，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瘦高的男人嗤笑一声：吓唬谁呢？你肯定是在虚张声势。就是啊。另一个妇女附和道：看他那样子，说不定里面根本没多少东西，就是在硬撑。我微微一笑，转身从旁边的餐桌上端来一盘刚煎好的牛排，澳洲草丝牛排配上黑松露酱吃，还冒着热气。我故意靠近摄像头，让所有人都能看清这道美食的每一个细节。我夸张地赞叹一声，慢条斯理地切下一块，让酱汁缓缓流下。这牛排的火候真是恰到好处。门外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咽口水声。我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杯冰淇淋，舀起一勺。餐后甜点也不能少是吧？潘启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里的食物，喉结不停地滚动。白衣则极度的眼睛发红，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贱人！突然有人暴怒地吼道，但立即被同伴拉住。别冲动，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就这样，一群人僵持在暴雨中，进退两难。雨水把他们淋得透湿，有些人开始打喷嚏，瑟瑟发抖。终于有人撑不住了。走吧，在这儿耗着也不是办法。渐渐的，人群开始散去，各自划着简陋的木筏，消失在雨幕中。最后只剩下潘启和白衣还不死心地留在游轮前。他们跪在游轮门前的平台上，雨水顺着他们的头发往下淌。无冤，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潘启的声音带着哭腔。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白衣也哭得梨花带雨。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嫉妒你，不该抢走潘启，你原谅我们好不好？我静静地看着监控画面里跪着的两人，想起上辈子被他们推出家门时，我也是这样跪在雨里求他们不要拿走最后一点食物。手指轻轻划过控制台，我切断了外部通讯，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我看到他们脸上绝望的表情。雨还在下，但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他们淋湿了。2天后的清晨，警报再次尖锐响起。我走到控制台前，监控画面上显示的场景让我不禁挑眉。这次来了更多的人，约莫20-30人挤在几艘简陋的木筏上，看起来声势浩大。潘启站在最前面，俨然一副领袖模样，用力拍打着游轮大门。林无冤，看到没有？今天你要是不开门，我们是不会走的。白衣在一旁帮腔，声音尖利：大家都是同胞，你怎么能这么冷血？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七嘴八舌的开始施压。就是这么大的游轮，我们一点地方怎么了？能够占这么多资源，良心不会痛吗？开门，否则我们就不走了。我觉得幼稚的可笑，干脆打开外部扬声器，一个个怼回去。这位大叔，上次你说你老婆孩子快饿死了，但我记得你是单身吧？那位大妈，你说你3天没吃饭了，那手里攥着的饼干包装袋是哪来的？还有你潘启，上次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被我点破的人顿时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就在这场闹剧中，我的目光突然被站在人群最后方的那个女孩吸引。她看起来不过10岁，瘦弱的身子裹在一件过于宽大的雨衣里，脸色苍白的可怕。自始至终，她都安静地站在最后，没有参与任何叫骂，甚至没有抬头。你呢？我通过扬声器直接问她，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女孩似乎没想到会被点名，吓了一跳，却生生地抬头看向摄像头。她的眼睛很大，却没什么神采。她声音细弱为拧，但还是被麦克风捕捉到了。大家说这里有吃的，我才跟着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逼迫你不好，所以一直没说话。人群顿时哗然，有人愤怒地瞪向她，我心里微微一软，在这样的末世里，她能保持这样的想法实在难得。你走过来，到大门口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女孩迟疑地划着小筏子靠近。我迅速在系统操作界面上找到访问权限管理，将她的面部信息录入白名单。系统为白名单人员开启入口通道。凭什么她可以进去？潘启第一个反应过来，气得跳脚。我淡淡的回答，就凭他的3观正常。游轮侧面的一个小型舱门缓缓打开，刚好容一人通过。女孩不可置信地看着开启的门，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目瞪口呆的人群，快点进来吧！我催促道。就在女孩踉跄着跨进舱门的瞬间，几个不死心的人试图跟着冲进去，然而一道无形的能量墙突然出现，将他们狠狠弹开，摔进水里。警告：未授权人员禁止入内。系统的机械音冰冷地响起。看到这个场景，众人终于彻底死心，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垂头丧气，但最终都划着筏子渐渐散去。舱门缓缓关闭，将暴雨和贪婪都隔绝在外。女孩站在干燥的舱内，不知所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欢迎来到曙光号。
我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对她说，先去洗个热水澡吧，衣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透过监控，我看到女孩的眼眶突然红了，她轻声说，谢谢你愿意相信我。而我终于在这个末日里找到了第一个值得拯救的人。你叫什么名字？我透过通讯系统问道。我叫夏之燕。女孩规规矩矩地回答。好，那我以后就叫你小燕吧。我坐在监控前，看着她稚嫩而胆怯的脸，我已经把干净衣服放在你旁边的桌子上了，快去洗个热水澡吧。听完我的话，小燕却生生走上前，抱起我帮她准备好的那套柔软的崭新衣物，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被我的声音指引着走进了客用浴室。我坐在控制台前，手边是温热的咖啡，眼前的分屏监控上，其中一个画面正对着浴室门外的走廊。没过多久，水声平了，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看出半个湿漉漉的脑袋。小燕赤着脚踩在走廊厚实的地毯上，每一步都迟疑而谨慎，仿佛脚下不是织毯，而是随时会碎裂的薄冰，让人看着格外的心疼。他停在客厅入口，不再向前，目光却生生地掠过挑高近10米的穹顶垂落的水晶吊灯，最后落在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那里倒映出他渺小而惶惑的身影。看着他那道孤独而紧张的身影，我低头浅笑一声，起身前往客厅。他脸上那种混杂着惊叹与恐惧的表情，让我想起自己初次登上这艘船时的情景。在外面那种末世环境下，这艘游轮内部的豪华程度总是会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我一步一步走下楼梯，看到小燕还是站在原位，一步都没有移动。看来得到我的指示之前，她不敢再乱走动了。很好，看来我决定就她的判断没有错。给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出声打破了客厅里的这片寂静。她吓了一跳，猛地转头看我，大眼睛还蒙着一层沐浴之后的雾气。我对着她点了点头，跟我来吧。她愣了几秒，随即顺从地跟着我走向客房。我走到客房门前，输入了一串密码，门应声而开。这艘游轮上所有的房间门都可以上锁，我可以通过系统控制他们的开关，当然我也可以设置密码锁以供他人可以进出。你的房间密码是102548。我的房间。他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我点头走进那间客房，我特地挑了一间较为舒适、风景也不错的房间。小燕跟着我慢慢走进来，好奇地四处打量，看她依旧小心翼翼的样子，我扑哧一声笑了。这里以后就是属于你的了，你想怎样都可以，不用这么拘谨。听了我的话，她犹豫着在床沿坐下，手掌下意识地按在雪白的羽绒被上，那极致的柔软似乎刺痛了她，让她触电般缩回手指间蜷缩起来。看着她的模样，我莫名有些心疼。看样子这个孩子在末日之前的生活也十分辛苦。正当我们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小燕的肚子突然响了起来，她的脸疼得红了，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赶忙低下头捂住肚子。我笑了笑，饿了吧？我带你去吃东西。从客房去到厨房的路不算短，一路上小燕都紧紧跟在我身后，像是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走丢似的。来到餐厅，我让她找个喜欢的餐桌坐下，自己则走进了厨房。我走到一整排的电饭煲面前，挑了其中一个打开，从里面盛了2碗冒着热气的鸡丝粥，又从冰箱里拿出几碟清爽的小菜。我的胃不是很好，以前就有在家里煮一锅粥保温在那里的习惯，这样突然胃疼的话，还可以吃上热乎的食物。潘启却因为我这个习惯嫌弃我，说我是个囤积癖，连电饭煲都要买好几个。现在我游轮上的厨房比他住的整个房子都大，我想放多少东西都可以。我将餐盘端出厨房，轻轻放在光洁的餐桌上，抬起头的瞬间，看到小燕明显的咽了口口水，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餐盘，双手却在桌下紧紧绞在一起，骨节泛白。吃吧。我在他对面坐下，语气平缓。饿坏了吧？他终于颤抖着拿起勺子，当第一口粥送进嘴里时，他的眼眶迅速红了，但他死死低着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安慰性的拍了拍他的手，自己也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粥。他显然经历了什么，但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一碗粥很快见底，他将碗里吃得干干净净，1粒米都没有剩下。还想吃吗？我探寻着问道。他却生生地抬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会，轻轻摇头。姐姐，谢谢你救下了我，但我明白现在的情况下，食物非常稀有。我看着他盯着空碗意犹未尽的样子，觉得他有些可爱。是啊，在外面的世界里，这样一碗鸡丝粥或许身价已经跟黄金齐平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我的游轮上，这样的食物要多少有多少。但我还不了解面前这个人，还不能轻易入腹，所以我只是含糊地说了句，虽然可能有些紧张，但你的饭姐姐还是供得起的。说完，我起身走进厨房，用一个砂锅盛了满满一锅的鸡丝粥，又热了一杯牛奶端了出来。看到我手中的托盘，小燕的眼睛都亮了，她的这副样子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但很快我就将她抑制了下去。上一世的经历让我不愿再相信任何人，哪怕面前的这个只是个孩子。这时候，系统声音突然响起：游轮前方即将到达南极冰川，请准备是否停留。我心里一惊，南极怎么就被洪水推到了这里？我连忙将托盘放下后就打算离开，没想到还没转身，手就被一只纤细又冰凉的小手握住了。姐姐，可是我不知道回去的路。小燕的声音气如文瑞，隐隐有一丝焦急。我安抚地回握住她的手，我会通过监控指引你的，你只需要按下墙上那个呼叫按钮就好。我指了指一旁一个绿色的按钮，小燕看向按钮，然后点了点头，乖乖地放开了我的手。回到游轮驾驶舱，我看着不远处巨大的白色冰川，不禁感叹道，也许这是整个世界上的唯一一片没有暴雨洪水的净土了。我对着系统道，游轮准备停靠。就在我准备回去和那个小家伙说这件事时，发现小燕并不在那里，刚才用过的所有餐具都被洗得干干净净，放回了架子上。我感到一阵奇怪，发出指令让系统找到小燕，没想到小燕正在大厅迷茫的四处徘徊，显然是迷路了。我接通通讯系统，小燕，你找不到路了吗？
小燕被吓得一激灵。对不起，姐姐。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呀。我的声音带着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温柔。我不是说过你吃完了可以按下按钮，我就会指引你回去吗？可是我不想打扰姐姐休息。小燕低下头，绞着手指。看来这个孩子真的很会为他人着想。我心下一软，没关系，我现在没事情做，现在就指引你回房间。小燕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对着摄像头笑了。深夜，系统连接的个人终端发出极轻微的震动，标示着客舱监测到异常音量的警报。我猛地睁开眼，果然还是不能相信其他人是吗？我冷静地调出监控画面，本以为是这个小家伙是想要做什么坏事，没想到屏幕上小燕在床上蜷缩成小小的一团，正发出压抑而痛苦的呜咽，身体不时剧烈地抽搐一下，原来是做噩梦了。我起身倒了一杯温水，走进他的房间，我没有立刻碰他，只是按亮了床头柔和的阅读灯，光线驱散黑暗，他也猛地惊醒弹坐起来，眼中是无法消散的惊恐，像一只被陷阱夹住的小鹿。做噩梦啊！我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他愣愣地看着我，胸口剧烈起伏。我将水杯递过去，他颤抖着接过，指尖冰凉。这里是安全的。我看着他，语气笃定，带着一种带有绝对实力的平静。门外是20公分厚的合金装甲，水下有高压电防护网，没有我的授权，连只老鼠都进不来。他捧着那杯水，温暖的触感似乎通过掌心一点点传递到他冰冷的身体里。他急促的呼吸慢慢平复下来，虽然眼神里还残留着惊惧，但至少不再颤抖。谢谢你，姐姐。他真诚地看着我。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接纳我，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摇了摇头，没关系，恰巧我也需要一些陪伴。这句话倒是真的，在末世环境下，人一旦长期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很容易会发生精神崩溃，所以我需要一个安全的、不会伤害我的人陪伴我。这么说来，不光是我拯救了小燕，她的存在也同时在缓解我的心理压力。小燕看着我，似乎还有话想要说，但还是强行忍住。姐姐，我已经不怕了，你快回去休息吧。我点点头，来日方长，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可以交流。第二天清晨，我缓缓睁开眼，洗漱到一半时，突然想起来自己昨天救了一个人。小燕起床了吗？我边刷牙边在脑海里询问系统。一个名为人员的新菜单出现在系统面板里，小燕的头像出现在上面，后面紧跟着夏之燕这个名字，在最右侧显示她的状态为清醒。整艘游轮上都没有活动轨迹，说明小燕醒来后一直待在房间里，没有四处走动过。这样看来，她真的是一个十分谨慎又规矩的人。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太完美了。我起身前往她的房间，准备带她一起去餐厅吃早餐。热气腾腾的炒蛋和煎培根被端上桌，小燕赶忙道了谢，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时间，餐厅里只有叉子和陶瓷盘相撞的声音。看来她一早就醒了，只是不敢吵醒我。我刚想开口再说点什么，系统提示音毫无预兆地响起，冰冷而清晰。警告：外部灾害等级已提升至4级，极端天气频率与强度增加，海洋紊乱加剧，邮轮需尽快停靠，请宿主加强警戒。我握着叉子的手微微一顿，自己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小燕显然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她抬起头，清澈的眼睛里带着一丝不安，却生生地问：姐姐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事。我将最后一块培根送入口中，语气平淡：不用怕，我们现在很安全。她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没再追问，只是低头默默喝着她那碗温热的牛奶麦片，动作更加小心翼翼。用完早餐，我放下餐巾，起身道：你慢慢吃，我去观景台看一眼。几乎是立刻，小燕也跟着站了起来，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依赖。我能跟你一起去吗？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算是默许。他立刻像个小尾巴一样安静地跟在我身后半步的距离。观景台位于游轮最高处，360度的环形防弹玻璃将外界的景象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身处观景台的人眼前。我用系统刷开门，缓步走了进去。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本还能看到的一些建筑顶端，此刻已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之下。浑浊的海水翻滚着，像一锅煮沸的黄汤，吞噬了曾经的一切。雨水不再是滴落，而是如同瀑布般狂暴地冲刷着玻璃幕墙，发出沉闷而持续的轰鸣。我皱了皱眉，径直走到控制台前，激活了游轮的卫星系统。屏幕闪烁了几下，断断续续地接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实时画面。信号画面分割成数个区块，每一个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地域景象。某著名沿海都市里，数十米高的灰黑色海啸墙以排山倒海之势推进，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如同孩童的积木般被轻易推倒吞没。巨浪过后，只剩一片汪洋，仿佛那座城市从未存在过。而内陆山区那边，连日暴雨将山体泡得酥软，巨大的泥石流如同活过来的褐色巨蟒从山坡上俯冲而下，瞬间掩埋了山脚下的城镇，只有几节扭曲的钢筋露在外面。至于城市交通枢纽，只见一座横跨江河的宏伟高架桥，在洪水长期的浸泡和冲击下，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从中轰然断裂。巨大的桥体砸落，激起冲天水柱，连同上面可能存在的生命一起沉入深渊。我的眉头不自觉地蹙紧。眼前的场景比我上辈子死亡时所经历的还要惨烈数倍。我死得太早了，只看到了末日的序幕，却未曾想，在我死后，这世界竟彻底滑向了如此深不见底的深渊。一种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悄然爬升。潘启和白衣那点可笑的背叛，在这全球性的彻底的物理性崩坏面前，简直渺小的不值一提。我连忙心中问道：系统后面是否还有5级灾难？游轮是否有危险？5级灾难即将到来，需尽快停靠南极冰川，否则游轮将受到破坏。看来我需要先把游轮停在南极，等待这场5级灾难过去。姐姐，小燕的声音带着哭腔，将我从冰冷的思绪中拉回。她显然被屏幕上赤裸裸的死亡景象吓坏了，身体微微发抖。
我关掉了卫星画面的声音，控制室内恢复了寂静，只剩下窗外暴雨的嘶吼。看到了，我转过身，声音比平时低沉了几分。这就是现在的世界。他不敢靠得太近，站在我侧后方几步远的地方，目光却被屏幕上赤裸裸的惨状牢牢吸住。害怕吗？我向他伸出一只手，他乖乖走过来握住了它。沉默在空气中蔓延，只有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和屏幕里遥远的非人的悲惨画面作为背景。或许是被这极致的恐惧与游轮内绝对安全的对比撕裂了心理防线，或许是他终于意识到我是他与外面那个地狱唯一的屏障。小燕的声音带着极力压抑的颤抖慢慢响起，微弱的几乎要被雨声盖过。我以前最怕下雨天。我拉着他来到控制台边坐下，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这是一种默许，让他继续。他垂着眼，不敢看我，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那段被他深埋的带着霉斑的记忆，终于暴露在光下。我们家很小，也很冷，下雨的时候屋顶会漏，要用盆接水，滴答滴答，声音很烦。他的声音平铺直叙，没有太多情绪，反而更显苍凉。我爸和我妈他们不怎么说话，如果说了就是吵架。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用词。他们好像都很讨厌对方，也不太喜欢我，觉得我是累赘。他们下班回来就各自回房间，饭也是分开吃。我会把饭做好，放在2个房间里。他抬起头，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以为我懂事一点，把家务都做了，他们可能就会多看我一眼。然而并没有，他的懂事，他的努力，在那个冰冷窒息的家庭里，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然后就暴雨，末世都来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他们吵得更厉害了。然后他们说要出去给我找吃的，把我锁在房门里。妈妈走之前，在我房门里放了一包饼干，那是他记忆中母亲给予他的最后一点带着绝望和冰冷意味的温暖。可是这也磨灭不了他们舍弃了他。我一个人在家里，水慢慢上来，很冷。他抬起头，看向屏幕上依旧在肆虐的灾难画面，眼神空洞。后来听到有人说这里有吃的，我就跟着来了。他说完，便紧紧闭上了嘴，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肩膀微微塌了下去。我的手抚上他的肩膀，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至少你活下来了。我的声音柔和而平静，活着就有以后。小燕抬起头看着我，静静点了点头。午餐我们是在主餐厅用的，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灰蒙蒙的雨幕，室内却灯火通明。我面前摆着一份香煎银鳕鱼，配着柠檬黄油汁，旁边是烤得恰到好处的芦笋。小燕则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豚骨拉面，吃得鼻尖微微冒汗。她似乎格外喜欢这种温暖的食物。就在我用餐叉轻轻分开雪白鱼肉时，系统警示音响起，警告：检测到多个未授权生命体靠近，距离100米持续接近。我抬眼，透过被雨水模糊的玻璃，看到几个黑点在汹涌的海面上起伏。是幸存者挤在几个用木门、塑料桶甚至汽车内饰拼凑成的破烂筏子上，随着波浪艰难地朝游轮方向飘来。姐姐，外面有人！小燕也看到了，放下筷子，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和不易察觉的期盼。我没做声，继续慢条斯理地吃完最后一口鳕鱼，用餐巾擦了擦嘴角，才起身走向控制室。小燕立刻跟了上来。通过高清外部摄像头，能将那些人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个个面黄肌瘦，嘴唇干裂，被雨水淋得透湿，在简陋的筏子上瑟瑟发抖。想必这些人是生活在南极周边的住户们。看到宏伟的曙光号，他们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声嘶力竭地挥舞着手臂呼喊，声音在风雨中显得断断续续。救命！求求您给点吃的吧！开门，让我们进去，孩子快不行了。其中一位紧紧抱着一个约莫7、8岁男孩的母亲尤为突出，她仰着头，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声音凄厉。好心人，您行行好，不用管我，救救我的孩子，把他带走，给他一口吃的就行，求您了。那孩子蜷缩在他怀里，脸色清白，一动不动，不知是昏过去了还是……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末世之中，这样的惨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姐姐，小燕轻轻拉了我的袖子，眼睛红红的，带着恳求。那个小弟弟好可怜，我们能不能……我瞥了他一眼，他立刻低下头，但还是小声补充：就帮一点点，行吗？看着屏幕上那母亲绝望的脸，又看了看身边小燕那不忍的目光，我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理智告诉我这是麻烦，但心底某处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未被完全磨灭的东西。不过我的游轮也不是什么人能觊觎的。于是我冷声下令，系统释放左舷3号应急救生艇，目标点设定于游轮侧方50米处。指令确认。一阵轻微的机械运作声，一艘长约8米、拥有封闭式舱棚的白色救生艇从游轮侧舷平稳滑出，自动充气展开，稳稳地落在海面上，像一枚突然出现的白色贝壳。那群幸存者先是愣住，随即爆发出劫后余生的狂喜，手忙脚乱地划着破烂的筏子靠过去，争先恐后地爬了进去。给他们投放基础生存包、3天的压缩口粮、10升纯净水、基础急救药品、1个手动净水器。我冷静地发出指令，指令执行。几个密封箱被精准地投送到救生艇的顶棚上，透过摄像头，我能看到他们拿到物资时对着游轮方向千恩万谢，尤其是那位母亲，几乎是跪在救生艇里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小燕也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一点欣慰的笑容。我关闭了外部监控画面，做到这个程度，我已经仁至义尽。
起初几天风平浪静，救生艇静静地漂浮在游轮旁边，像一只依偎着巨兽的幼崽。我偶尔会通过隐藏的监听设备关注一下那边的动静。他们分配着有限的食物和水，那个孩子似乎也缓了过来，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安逸总是滋生贪婪的温床。第4天晚上，监听器里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是一个粗哑的男生，带着明显的不满。妈的，天天啃着压缩饼干，嘴里都淡出鸟了，这救生艇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另一个尖细的声音附和：就是，你看那大游轮亮堂堂的，里面指不定多舒服，吃的喝的肯定堆成山，就给我们这点塞牙缝的东西打发叫花子呢。富贵险中求，我看咱们想办法进去。别，千万别！是那个母亲焦急的声音。人家已经救了咱们，给了吃的住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呸！粗哑男生立刻骂道：你这婆娘懂个屁！这种有钱人最他妈心黑，自己躲在里面享福，让我们在外面受苦，他们指缝里露一点，都够我们吃香喝辣了，装什么好人？他们激烈的争吵声一字不落地传进了控制室。我坐在宽大的指挥椅上，面前的光屏正显示着救生艇内部的实时监控，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果然，人性经不起考验。我将所有警戒系统都设置好，就安心回房间休息去了。第2天上午，该来的还是来了。刺耳的入侵警报响起，屏幕上以那个粗哑男和奸细男为首的5、6个人，拿着从救生艇里找到的消防斧和铁棍，正疯狂地劈砍，撬动着游轮侧舷的合金密封门。那个母亲和另一个青年则留在救生艇里，不敢出来。里面的人听着，赶紧给老子开门，把好吃的都交出来，不然等我们进去，你都不一定能留个全尸。污言秽语夹杂着疯狂的砸门声，不绝于耳。小燕吓得脸色发白，跑到控制室。当我以为他要躲在我身后时，竟然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从厨房拿到的刀子，浑身发颤，却又无比坚定地站到了我侧前方。他的声音带着颤音，却异常清晰：姐姐，别怕，我保护你。我看着这个在恐惧中依然试图保护我的女孩，心中那点因外人背叛而升起的戾气消散了些许。我伸手轻轻揉了揉她的头发，动作有些生疏，但带着一丝暖意。站到后面去，我说。然后我将目光转回屏幕，锁定那几个正在疯狂攻击舱门的暴徒，眼神瞬间变得冰冷。系统启动驱逐协议，目标游轮左舷舱门区域，所有未授权生命体。指令确认，高压电机防护网启动。游轮侧舷靠近舱门的那片金属外壁上，瞬间流窜起耀眼的蓝白色电弧，发出令人牙酸的噼啪声，形成一张无形的死亡之网。正在砸门的那几个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在接触到电弧的瞬间，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剧烈抽搐，被强大的电流直接弹飞出去，扑通几声，重重砸进浑浊冰冷的海水里，溅起几朵浪花，便再无声息。海面上只剩下那艘孤零零的救生艇，轻轻漂浮着。世界清静了。我关掉警报和监控屏幕，拉起小燕有些冰凉的手，走吧。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淡然。午餐想吃什么？小燕回头看了一眼已经恢复平静的屏幕，又看了看我，紧紧握住我的手。姐姐你真厉害。我正打算带她离开，外部监听设备却传来了救生艇里微弱的对话声。妈妈，是那个小男孩的声音，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叔叔他们去了好久，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地方了？不回来了吗？短暂的沉默后，传来母亲刻意放柔却难掩颤抖的安抚。可能是吧，他们也许找到更安全的地方了。他的声音干涩，带着巨大的不确定和恐惧，显然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这个说法。我脚步一顿，眼神微冷，自欺欺人，有时候比直面残酷更可悲。我示意小燕稍等，重新坐回控制台前，手指轻点，接通了连接救生艇的外部通讯器。他们都死了。我的声音通过扬声器清晰地传入了那艘狭小的救生艇，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通讯器里立刻传来母亲一声短促的惊叫，伴随着孩子被吓到的呜咽声。短暂的混乱后，我继续开口，语气依旧没有什么起伏。不用害怕，你没有参与，也没有起哄。你们之前的劝阻我看得清清楚楚。救生艇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到女人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所以你和你的孩子还有那个青年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之前承诺的基础生存物资我会照常提供。通讯器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女人带着浓重哭腔，几乎语无伦次的声音，感激与恐惧交织。谢谢您，谢谢您还愿意给我们活路。我发誓，我用我孩子的命发誓，我们绝对不会对您有任何不好的心思。我们只要一点点能活下去就行，真的，谢谢。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一种近乎卑微的承诺。记住你说的话。我最后说了一句，便切断了通讯。感恩戴德也好，恐惧臣服也罢，都无所谓。我并不是什么冷酷到要赶尽杀绝的人。我站起身，看向身边的小燕，她脸上的恐惧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明白了什么，又像是更加困惑。走吧，我再次说道，语气缓和了些。午餐想吃什么？今天可以给你加一份芒果布丁。小燕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清澈的眼睛里似乎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似乎是憧憬，也像是崇拜。她用力点了点头，轻声说：好。
然而安稳日子过了不到1周，一天下午，我正和小燕在游轮3层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巨大的环形书架高耸至穹顶，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实木的沉静气息。小燕踮着脚，费力地想够到上层一本关于海洋鱼类的图鉴，我随手帮她拿了下来。她抱着厚厚的书，脸上露出一点腼腆的笑意。就在她刚翻开硬质封面时，丝板的系统提示音打破了这片宁静。警报！检测到多艘中型船只靠近，距离500米，判定具有潜在威胁，建议警戒。我的动作一顿，脸上的轻松瞬间敛去。小燕也立刻合上书，有些紧张地看向我。回房间去锁好门。我语气平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她立刻点头，没有多问一句，抱着书快步离开了图书馆。我则转身走向控制室。巨大的环形监控屏幕墙上，多个画面已经自动锁定并放大显示了来袭者。那不是之前遇到的破烂木筏或者捡落救生品，而是一个小型船队。那里漂浮着3艘经过明显改装的中型渔船，船体加固了钢板，甲板上能看到焊接的支架和覆盖着防水布的凸起物，轮廓隐约透着武器的形状。它们呈一个松散的包围阵型，不急不缓地朝着曙光号逼近。其中一艘船的船头，一个穿着黑色防水作战服、身材高大的男人正举着一个扩音器，声音穿透雨幕传来。虽然经过电流处理有些失真，但语气却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不容忽视的强势。曙光号的朋友，听到请回答，我们是海龙工会的探索队，没有恶意。重复，没有恶意。看到您这艘宏伟的游轮，想必主人也是未有实力的幸存者。末世之中单打独斗终归艰难，合作才能共赢。希望能与您建立联系，展开对话。合作共赢，我嘴角扯起一抹冷笑。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上辈子听得太多了。末世里所谓的合作，往往不过是弱肉强食前披着的温情外衣。我没有立刻回应他们的喊话，而是沉声下令：系统全面扫描来袭船队，评估其武装等级与潜在危险程度。控制室内光线微暗，只有屏幕的光芒映在我脸上。系统界面迅速弹出数据流，飞速滚动。扫描完成，目标船队分析：3艘改装渔船均检测到高爆物反应，集中口径自动武器能量特征，人员生命信号28，个体生理指标显示训练有素，战术队形保持完整。综合评估危险程度高，强烈建议启动防御预案。高，这个评级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心底。这和之前那些为了一口吃的、凭着血勇之气的乌合之众完全不同。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装备，甚至可能经历过实战的武装力量。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食物那么简单。我的曙光号在他们眼里，恐怕是一座移动的、蕴藏着无限物资的金山。我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锐利，手指在控制台上轻点，接通了对外无线电通讯频道，声音透过设备传了出去。冷静而疏离，这里是曙光号，说明你们的来意。几乎是在我话音落下的瞬间，那个高大男人的声音立刻通过无线电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仿佛早已料到我会回应。明智的选择，曙光号的主人，我们的来意很简单，共享资源，互通有无。我们工会有能力、有情报，有在海上生存的经验，而你拥有这艘不可思议的船，联合起来，我们都能在这末世活得更好，甚至重建秩序。他的话语充满诱惑力，但系统屏幕上那鲜红的高危评级，像是一根尖锐的刺，时刻提醒着我隐藏在话语下的獠牙。我没有立刻回答，控制室里只剩下无线电那头隐约传来的电流噪音，以及窗外愈发急促的雨声。抱歉，我目前并不需要跟其他人合作，请您另寻他人吧。我的语气冰冷而疏离。无线电另一头沉默了许久，最后那道声音明显变得低沉了许多。我想你只是一时冲动才会拒绝这个提议，没关系，我们有耐心可以等。果然，这支船队并没有离去，而是开始在我四周徘徊，活像一群虎视眈眈的鲨鱼。夜里我辗转反侧，这支船队的实力和隐藏在所谓合作表象下的恶意，通通不容小觑。我仿佛遇到了末世以来最大的难题。怎么都睡不着的我，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来到小燕的房间。我轻轻敲了敲她的房门，很快她揉着惺忪的眼睛开了门。姐姐怎么了？她的声音透着一股迷茫。外面的那群人很危险。我一边往里走，一边皱着眉说出自己的忧虑。今天在跟那群人交谈后，我就把事情告诉了小燕。看着我忧虑的样子，小燕轻轻抱住了我。姐姐别担心，无论如何，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看着她稚气未脱却倔强的想要保护我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也逐渐有了一股支撑力。不就是一群海盗吗？我一定有办法解决。我心中默默想。第二天一早，我就挂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起了床。小燕早已经做好了早饭，在厨房里等着我。看到我疲惫的样子，她脸上露出十分心疼的表情。姐姐，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我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确实没睡好，不过不要紧，等我今天把他们解决了，就能好好睡一觉了。吃完早饭，我赶忙来到控制室。没过多久，那边就发来了无线电通讯请求。也是，面对这么大一个金库，他们怎么可能沉得住气呢？我冷笑着接通了通讯，只听到无线电那头的声音带着伪善的笑意。为了表示诚意，我们会派出1名代表，携带我们储备的珍贵药品和稀有零件，希望能与您当面洽谈合作细节。很快，其中一艘改装渔船上放下了一艘小型冲锋艇，一个穿着普通防水服、看起来面容和善的中年男人独自驾着艇缓缓朝曙光号驶来。他手中确实提着一个银色的密封箱，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甚至还对着游轮的方向友好的挥了挥手。小燕不知何时又悄悄来到了控制室门口，爬着门框紧张地看着屏幕。姐姐，他们好像真的很有诚意。
我没回答，目光死死锁定在那个银色箱子上。系统的高危警报并未解除，扫描显示箱体结构异常，内部除了宣称的物资外，还嵌套着一个高精度高能量的不明电子装置。放大扫描分析能量特征，我冷声下令，屏幕上的数据飞速刷新，勾勒出那装置的内部结构图。能量流动模式与某种军用级别的电磁脉冲干扰器高度吻合。我心底冷笑，先示弱，派个看似无害的代表带着礼物靠近，一旦进入有效范围，启动干扰器，瘫痪我的外部防御系统和通讯。届时，后面那2艘虎视眈眈的武装渔船就会立刻扑上来。真是好算计，真的不能小看这些人。姐姐，小燕见我不说话，又小声唤了一句。就在这时，监控画面中那个代表已经将冲锋艇停在了游轮侧舷下方，仰起头，脸上依旧挂着笑，伸手似乎要去打开那个银色箱子。就是现在。我毫不犹豫地按下控制台上一个醒目的红色按钮，系统启动左舷高压水炮，目标下方冲锋艇及人员，执行驱逐程序。指令确认。游轮侧舷一个不起眼的盖板划开，粗壮的合金炮管瞬间伸出，下方的代表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转化为惊骇。他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一道肉眼可见的凝聚如实质的粗大水柱，如同巨人的重拳，以惊人的压力和速度轰然射出。那不是普通的水流，而是足以击碎混凝土的高压喷射水柱，精准地命中冲锋艇前端，木屑和金属碎片瞬间炸开。那艘小艇就像被一柄巨锤砸中，猛地向后翻滚，艇上那个伪装友善的男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巨大的冲击力狠狠抛飞出去，连同那个藏着阴损装置的银色箱子一起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扑通一声砸进汹涌的海水里，瞬间被浪头吞没。海面上只剩下一些漂浮的碎片，控制室里一片寂静。小燕捂住了嘴，眼睛瞪得大大的，身体控制不住的微微发抖，显然被这雷霆般的手段和残酷的结果吓到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里传来海盗头目暴怒的咆哮，彻底撕碎了伪善的面具。混蛋，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这破船能永远护着你吗？你不能永远躲在铁壳子里，我们迟早会把你揪出来。他的声音充满了气急败坏的杀意。我拿起通讯器，声音透过电流传出去，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我比你想的更能活。说完，我直接切断了通讯。窗外剩下的2艘改装渔船似乎被震慑住，暂时停止了靠近，但依旧在不远处游弋。海盗的报复来得很快，就在我用水炮击退他们的代表后不到半小时，系统再次发出警示：警告，检测到敌对单位靠近左舷救生艇，意图不明。我立刻调取监控画面，果然看到之前那2艘改装渔船中分出了一艘小艇，载着4名手持武器、面露凶悍的海盗，正快速逼近那艘依附在游轮旁的白色救生艇。他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他们想要武力劫持救生艇上的人，要么作为人质，要么就是为了套取关于游轮的情报，或者纯粹是为了发泄刚才受挫的怒火。救生艇里的3个人显然也发现了逼近的危险，母亲惊恐地将孩子死死护在身后，而那个一直比较沉默的青年则抓起救生艇里能找到的唯一武器，一根短棍，挡在舱门前。尽管他脸色苍白，手臂也在微微颤抖。海盗的小艇已经靠拢，其中一个彪形大汉狞笑着伸出手，眼看就要抓住救生艇的护栏。系统，我的声音冰冷，启动救生艇周边非致命电击防御网。范围3米，瞬时释放。指令确认。就在海盗的手即将触碰到救生艇的瞬间，救生艇周围的空气中突然爆开一片耀眼的蓝白色电弧，发出刺耳的噼啪声。几名海盗猝不及防，被高压电流瞬间击中，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剧烈抽搐着被弹飞出去，如同下饺子般扑通扑通落水，在海面上挣扎着，一时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们乘坐的小艇也失去了控制，在原地打转。救生艇内的3人惊魂未定，青年手中的短棍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母子2人紧紧抱在一起，脸上毫无血色。我看着监控画面，眉头微蹙。救生艇暴露在外，防御薄弱，这次是侥幸，下次呢？系统，我做出决定，在西区下层分割出独立单元，配备基础生活设施，与主区域完全物理隔离。指令执行中，单元准备完毕。我接通了连接救生艇的内部通讯，那母亲颤抖的声音立刻传来：谢谢，您又救了我们。听着，我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救生艇显然不安全，现在游轮侧舷会开启一个临时入口，你们有3分钟时间带上你们所有的个人物品进入指定区域，过时不候。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反应，直接操控系统在游轮支水线以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打开了一个仅容1人通过的密封舱门，一条狭窄的舷梯缓缓伸出。透过监控，我看到那3人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带着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仓皇地通过舷梯进入了游轮内部。舱门在他们身后迅速关闭锁死。他们此刻所在的是游轮底层，一个经过改造的独立区域，拥有几个简单的舱室、独立的通风和供水系统，以及一个配备了基本厨具和储存了少量食物的公共活动间。这里没有窗户，唯一的出口就是那道需要我授权才能开启的厚重隔离门。他们无法进入游轮的主体部分，接触不到任何核心设施，他们的活动被限制在这个安全屋内，同时也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我在主控屏上看着他们在空荡的走廊里茫然四顾，那个母亲紧紧搂着孩子，青年则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钢铁牢笼。这样就好，既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安全，消除了外部威胁可能利用的弱点，也确保了他们不会在我的地盘上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接下来的2天，那2艘改装渔船像挥之不去的幽灵，始终在曙光号周围1海里左右的海域游弋。他们不再试图靠近，也没有进一步的挑衅动作，但这种沉默的对峙反而比直接的攻击更让人心烦意乱。我站在控制台前，屏幕上的光点代表着那2艘船，他们如同耐心的猎犬，等待着猎物露出破绽。
姐姐他们还不走吗？小燕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声音里带着担忧。她这几天明显安静了许多，那场短暂而激烈的冲突在她心里留下了烙印。他们在等，我接过水杯，语气平淡。等什么？等我们松懈，等我们出现疏忽，或者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屏幕上代表那2艘船的光点，等一个能让他们下定决心，不惜代价发动总攻的理由。事实上，我并非没有反击的能力。曙光号搭载的防御系统远不止高压水炮和电击网，更强大的武器模块处于休眠状态。只要我愿意，完全可以将那2艘改装渔船送入海底。但是，手指全停在那一排排代表着各种重型武器的按钮上方，却迟迟无法按下。一种无形的阻力萦绕在心头。那2艘船上是活生生的人，尽管他们心怀不轨，武装齐全，但在他们真正开第一枪之前，我若先动手将他们彻底毁灭，这感觉和之前反击那些直接攻击游轮、威胁我生命的暴徒性质完全不同。我心底里那点残存的人性，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理智的边缘。它微弱却顽固地提醒着我，一旦跨过这条线，主动收割他们的生命，那我与外面那些在末世中肆意掠夺、视人命如草芥的恶人，界限又在哪里？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为了排除一切潜在威胁而毫不犹豫地碾碎他人？姐姐，小燕轻轻拉了我的衣袖，将我从冰冷的思绪中拉回。我收回手，关闭了那个攻击选项界面。没事，我揉了揉眉心，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话虽如此，但我清楚这种僵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我的犹豫，我的底线，在某些时候或许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只是现在，我还无法说服自己，为了可能发生的威胁，就率先举起屠刀。姐姐，小燕看着监控屏幕上那2个顽固的光点，小声提议：他们不肯走，那我们走，不行吗？这艘船不是可以开动吗？我微微一愣，这个简单的思路，我竟一时困在防御对峙的思维定式里，没有转过弯来。是啊，为何要被动地留在这里与他们干耗？曙光号是移动的堡垒，并非固定的靶子。当务之急是要赶在5级灾难之前停靠在南极冰川，否则到时候就算是游轮对抗那样的天灾也危险。你说的对，我们走。做出决定后，我不再犹豫，我稳稳坐在控制台前，启动主引擎。低沉的轰鸣声透过船体隐约传来。曙光号这头沉睡的巨兽开始苏醒，庞大的船身缓缓调整方向，劈开浑浊的海浪，朝着远离海岸更深邃的海洋驶去。通过后方监控，我看到那2艘海盗船起初试图跟随，但他们的改装渔船在速度和续航上根本无法与曙光号相提并论。巨大的游轮逐渐加速，很快便将那2个黑点远远甩在身后，最终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之下，危机暂时解除。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一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窗外是无边无际的灰色海水和永不停歇的雨，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艘船。这段时间，我和小燕的相处越发融洽。她是个聪慧且细心的孩子，很快熟悉了游轮上一些非核心区域的操作。我会教她如何查询物资清单、管理基础能源分配，甚至是一些简单的设备维护。她学得很快，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被信任的专注和喜悦。姐姐 ，A3 区恒温系统运行正常。姐姐，今日蔬菜种植区的产量记录我已经更新了。她逐渐成了我能放心交付一些日常事务的小助手。这种默契让偌大的游轮少了几分空旷冰冷，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生气。而被安置在隔离区的那3人也表现得十分安分。我偶尔会通过内部通讯与他们进行简短的交流。那位母亲叫李婉，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带着感激。她的儿子叫豆豆，今年7岁，性格有些怯懦，但很乖巧。我允许李婉使用隔离区那个小厨房，她有时会做一些简单的点心，通过物资传递口送出来给小燕，算是一种笨拙的报答。那个青年叫肖一航，是海事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末世发生时正在港口实习。他话不多，但眼神里有种技术人员的专注和实在。在一次交流中，他犹豫地提出，如果有什么机械设备需要维护或检查，他或许可以帮上忙。我没有立刻答应，但将这些信息记在了心里。一个厨师，一个机械专业的学生，在未来的漫长航行中，他们的技能或许并非毫无用处。李婉那位母亲确实有一双神奇的手，即使我通过物资传递口提供给她的只是最基础的面粉、一些耐储存的根茎蔬菜和有限的调味品，她总能变着花样做出让人食指大动的食物。有时是几张烙的金黄酥脆带着葱香的饼，有时是一碗热气腾腾汤汁醇厚的手擀面，甚至能用简单的豆子和香料发酵出风味独特的酱料。起初她只是偶尔做一些，小心翼翼地通过传递口送出来，附上一张字迹工整的纸条，写着一点心意请尝尝。有一次她送来了一小碟刚炸好的素春卷，外皮薄如蝉翼，炸得恰到好处，金黄酥脆，内馅是切得极细的蔬菜丝，口感层次丰富。我和小燕尝过后都愣住了，小燕眼睛亮晶晶的，含糊不清地说：“姐姐，这个太好吃了。”我慢慢咀嚼着，感受着那久违的属于烹饪艺术带来的味蕾震撼，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进食。这种精细的味道在末世简直是奢侈。这份难以忽视的才华，以及他们母子2人一直以来表现出的安分守己，让我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考量，我做出了决定。我通过内部通讯对隔离区的3人宣布，从今天起，你们可以获得邮轮部分公共区域的使用权，包括主厨房、餐厅和相邻的休息区，活动范围仅限这些区域，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其他舱室。你们的权限已被录入系统。通讯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李婉带着哽咽连连道谢的声音：“谢谢您，我们一定遵守规矩，绝不会乱走。”肖一航也沉声保证：“请放心。”我当然不会完全放心，在系统的核心人员管理面板上，我将他们3人的权限等级设置为重点关注，这意味着他们在公共区域的一举一动都处于隐形监控之下，系统会实时分析他们的行为模式，一旦检测到任何试图越权破坏或异常聚集等行为，会立刻向我发出警报。权限开放后，李婉几乎是将感恩之情全部倾注在了厨房里，她不再只是偶尔制作点心，
而是开始自发的每天为我们准备3餐。他似乎对邮轮厨房那些先进的设备适应得很快，能用有限的食材结合系统仓库里我囤积的各种物资，烹制出令人惊叹的菜肴，新鲜的烤面包，炖煮的恰到好处的汤羹，甚至偶尔还能利用种植区产出的少量新鲜香草来提味。餐厅里开始弥漫着真正意义上的家的烟火气。小燕明显比以前开心了许多，脸上也多了些红润。她有时会跑去厨房，好奇地看着李婉忙碌，李婉也会温和地教她一些简单的小技巧。我看着这一切，依旧保持着警惕，但内心深处那根紧绷的弦，似乎也因着温暖的食物和相对和谐的氛围，稍稍松弛了一丝。曙光号在无尽的水世界中航行，如同一座移动的灯塔，不可避免地吸引着散落各处的幸存者。我并非完全冷血，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我会视情况施以援手。然而人性的贪婪在末世中被放大到极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在我提供初步援助后，妄图以武力或诡计夺下这艘船。有人假装生病骗取登船机会，企图里应外合；有人在我的救生艇里蛰伏数日，暗中观察寻找防御漏洞；更有人直接驾驶着改装过的小船，试图强行登船。对于这些人，我没有丝毫手软，高压水炮电击网麻醉气体，曙光号的防御系统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基于这里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将他们的狼狈和结局清晰地展示给其他被救助者看。冷酷的震慑是维持秩序最有效的手段。大部分幸存者被安置在邮轮外围的救生艇或临时浮筏上。我提供基础生存物资，但拒绝他们靠近，并非我生性多疑，而是血的教训让我明白，泛滥的仁慈只会招致毁灭。只有极少数的3个人在经历了严格的观察和考验后，得以进入邮轮内部，获得有限的活动权限。这些人我挑选的极为谨慎，甚至他们还通过了人性的考验。这3个人，第一个是老陈，他是在一个即将散架的木筏上被发现的。同行的年轻人都因饥渴和绝望相继死去，只有他靠着丰富的海上求生经验和顽强的意志撑到了最后。这位老船长沉默寡言，但眼神沉稳，对于机械和设备有着近乎本能的敏锐。在有一次我允许他进入轮机舱外围协助检查后，他精准地判断出一个潜在隐患。第2位是的医生，我们都称呼他为苏医生，他曾经是战地外科医生。我找到他时，他在一个漂浮的屋顶上，用极其简陋的工具为几名受伤的幸存者处理伤口。尽管他自己看起来也虚弱不堪。最后是阿川，虽然他有些沉默寡言，但他对于危险的到来有着超乎寻常人的敏锐和警觉。我想把他留在身边总是没错，并且他身上的气质总让我感觉他似乎曾经接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这3人连同之前的李婉和肖一航，构成了邮轮内部的核心外围成员。他们被允许在特定时间使用餐厅、部分公共休息室和一个专门的工作间，但他们的舱室区域与我和小燕的核心生活区完全隔离，并且他们所有人的权限都处于系统的重点关注名单上，任何异常行为都会触发警报。几个月的时间在茫茫大海上流逝，依靠着曙光号的强大性能和系统仓库里近乎无限的物资，我们不仅生存了下来，甚至在邮轮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微小而有序的社群。李婉用她神奇的厨艺安抚着每个人的胃，老陈和苏医生一个维护着邮轮的健康，一个守护着船员的健康。肖一航在他的工作间里利用现有材料制作或改良工具，展现出惊人的动手能力，而沉默的阿川则自发地承担起了内部巡逻和秩序维护的职责。他那锐利的眼神和沉稳的气场本身就是一种威慑。他们的人品都经过严苛的考验，也都深切地明白是谁在末世中给了他们这片栖身之所，是谁提供了这远超外界想象的安全与稳定。不知不觉间，一支以我为核心、对我抱有极高忠诚度的小团队已然成型。我们之间话不多，但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指令就能被迅速理解和执行。小燕的变化是最明显的，她不再是最初那个躲在身后瑟瑟发抖的女孩，她协助我管理日常事务，协调内部成员的需求，甚至开始跟着苏医生学习基础的医疗知识，跟着老陈了解邮轮的基本运作原理。这天下午，我们刚吃完一顿十分温馨的午餐，系统那熟悉而冰冷的危险警报再次尖锐响起，瞬间打破了这份平静。警告：检测到多艘武装船只接近，识别信号特征与数据库记录匹配，确认为海龙工会船队。我心中顿时紧张起来，立刻站起了身。所有人看到我脸色的变化，脸上的轻松瞬间消失，他们都没有多嘴问我发生了什么，只是紧张地盯着我。我环视了一圈，冷静地吩咐所有人原地待命，然后转过头看了小燕一眼，示意她跟着我。小燕立刻会意，紧紧跟着我一同进入了控制室。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袭的船队，依旧是那几艘改装渔船的底子，但数量从之前的2艘增加到了5艘，而且船体的改装更加夸张，焊接着更多的钢板，甲板上的武器轮廓也更加清晰，甚至有一艘较大的船上似乎加装了某种简陋的火箭发射架。老熟人来了，我冷声道，手指在控制台上快速操作，系统全面扫描分析对方实力变化。扫描完成，目标船队规模扩大，新增3艘改装船只，武器系统升级，检测到加装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重机枪点位增加至6处，人员生命信号估算65到70，综合威胁等级极高，建议启动最高级别防御预案。他们人更多了，武器也更厉害了。小燕看着屏幕上分析出的数据，眉头微蹙，但声音里并没有惊慌，只有冷静的判断。看来这几个月他们没闲着，又募集了一批臭味相投的人。我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几个月的时间，当初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女孩已经能如此镇定地分析敌情了。没错，我点了点头，目光重新聚焦在屏幕上那只明显壮大、来者不善的海盗舰队上。他们卷土重来，这次是铁了心要拿下我们了。控制室内气氛凝重，只有仪器运转的微弱嗡鸣。屏幕上海盗船队已经展开战斗队形，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群缓缓逼近。看着这副架势，我们是有一场硬仗要打了。我接通内部通讯，沉稳地命令道：所有船员现在来控制室集合。
小燕闻声，在一旁的控制台前给几个人授予了通往控制室的临时权限。等待船员到来的时候，我面前的无线电通讯请求突然响了起来，不需要细想我就知道是谁。我冷笑，轻轻点了接通，刺耳的电流声后，公共无线电频道里传来了那个记忆中海盗头目嚣张而充满恨意的声音。不光好，没想到吧，我们又回来了。上次的账这次连本带利跟你算清楚，识相的就立刻关闭所有防御系统，乖乖投降。看在你这艘船的份上，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小命。我面无表情地拿起通讯器，声音透过电波传出去，冰冷的不带一丝波澜。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这次是组团来送死的。你他妈找死！对方显然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咆哮起来，给我上撕碎他们！命令一下，海盗船队中立刻分出3艘速度极快的武装快艇，引擎轰鸣如同离弦之箭，从不同方向朝着曙光号猛冲过来。艇上的海盗架起了重机枪和火箭筒，杀气腾腾。此时，几名船员已经全部到齐了，他们脸上的神色十分紧张，只有阿川依旧是平时那副沉默的模样。全员防御，作战准备。我音量不高，却清晰地传达到每一位船员耳中。我的声音没有惊慌，只有绝对的冷静和不容置疑的权威。阿川，你带萧一航去左舷防御点，操控高压水炮和电击网，优先打击试图登船的快艇和人员。是。阿川沉声应道，锐利的眼睛带着坚定的光。他收到我的命令后，立刻带着萧一航冲出控制室。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在操控武器方面他是有经验的。老陈，你去轮机舱和能源核心区，确保动力和防御系统能源供应绝对稳定，同时监控船体结构，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明白，交给我。老陈的声音沉稳有力，转身快步走向下层甲板。苏医生，请你随时待命，我们或许会出现伤员。我也不确定这场交锋会激烈到什么程度，但最好做好最坏的打算。已经准备好了。苏医生的回应简洁专业。李婉，你去检查一下游轮上所有的安防系统，确保它们运转正常。李婉虽然脸色发白，但还是用力点头。您放心，我这就去。最后，我跟小燕默契地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我深吸一口气，目光回到主控台，手指在虚拟界面上快速划过，激活了游轮更深层的防御系统。系统启动主动防御矩阵，锁定所有高速移动目标，优先拦截火箭弹等抛射物。指令确认，主动防御矩阵启动，目标锁定中。海盗的快艇在雨幕中穿梭，像几只烦人的水叉。他们显然也学乖了，没有贸然靠近，而是利用速度和灵活性绕着游轮打转。姐，内部通讯里传来阿川冷静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他们在用热成像扫描船体，看来是想找防御薄弱点或者通风管道。几乎同时，老陈沉稳的汇报也从轮机舱传来。船长，检测到间歇性定向电子干扰，强度不高，但有点烦人，像是在试探我们的防御系统。我挑了挑眉，行啊，几个月不见，这帮海盗倒是鸟枪换炮，还玩上技术活了，能应付吗？我开口问道。小意思。老陈的回答带着技术人员的自信。我切换到了备用线路，整个游轮护盾的数值正在随机乱跳，让他们慢慢开去吧。另一边，萧一航的声音带着点兴奋插了进来，他显然对这种实战测试很来劲。川哥，他们扫描左舷3号区呢，那里装甲最后，要不要给他们点惊喜？阿川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稳住，等他们靠得再近点，用水泡给他们洗个澡。干得不错。我赞许了一句，随即目光投向主屏幕。那我们也别光挨打不还手了。我双手在控制台上快速移动，开始架设游轮上的武器系统。系统启动蜂群无人机 BT 队，目标敌方快艇引擎和外部观测设备，执行骚扰性攻击。蜂群已释放。甲板侧面打开数个隐蔽的发射口，数十架小型无人机如同被惊了的蜂群，悄无声息地没入荧幕，朝着那几艘还在试图寻找弱点的快艇扑去。左舷水炮给他们点压力，阿川和萧一航立刻执行。粗壮的水柱如同巨人的手臂横扫而过，虽然没有直接命中高速移动的快艇，但激起的巨大浪涌和混乱的水流，足以让那些小艇颠簸摇晃，操作困难。右舷信号弹准备，给他们照亮一下前程。几发明亮的信号弹射向海盗组团队的方向，虽然没有杀伤力，但在黑暗的荧幕中划出刺眼的轨迹，清晰地标定了他们的位置，更像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海盗的电磁干扰瞬间变得杂乱无章，显然我们这边轻松写意的反击，加上无人机嗡嗡作响的骚扰，让他们有点手忙脚乱了。我舒服地靠在指挥椅上，看着屏幕上有些乱了阵脚的海盗。手下得力就是好，大家都变得省心又愉快了。海盗那几艘上蹿下跳的快艇可倒了大霉，阿川和萧一航操控的高压水炮像是长了眼睛，趁着快艇被无人机扰得晕头转向，又被巨浪推得东倒西歪时，精准的来了几下亲密接触。其中一艘快艇直接被粗壮的水柱拦腰击中，像个玩具一样被猛地掀翻，艇上的海盗跟下饺子似的扑通落水。另一艘也被水炮扫中了尾部，引擎冒着黑烟在原地打转，彻底失去了威胁。剩下的快艇见状，哪里还敢逗留，油门拧到底，头也不回地逃回了主船队。无线电里死寂了片刻，随后传来海盗头目气急败坏，却又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咆哮。没想到你这种船上还有这么多武器，这次是我准备不足，下次我不会再让你逃掉了。那几艘庞大的改装渔船悻悻地调转船头，拖着狼狈的尾迹，很快消失在迷茫的荧幕和远处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们走了，我们赢了！小燕第一个欢呼起来，声音里充满了雀跃。真的太好了！老陈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虽然刚才语气听起来有些轻松，但其实他的心也一直悬在半空。无人机回收完毕，损伤轻微。萧一航汇报着，损伤轻微，意思就是你能修啊？我问。当然。萧一航有些得意地回了我一句。
听着通讯频道里队员们带着喜悦和自豪的声音，我看着屏幕上已经空无一物的海面，心情也迷茫起来。我当初留下这些人的决断果然没有做错，如果只靠我一个人，恐怕真的很难应对这种类型的危机。想什么呢，姐姐？一旁的小燕走过来，将手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抬起头，对她笑了笑。我在想，咱们下一步该去哪呢？小燕闻言看了看面前的屏幕，又转过头看向我。去哪里都行，只要是有姐姐在，我什么都不怕。我看着屏幕上波涛汹涌的海面，心里感到一片平静。虽然不知道未来的事情，但我相信只要有这艘游轮，还有这些我能信任的人在身边，我就一定能解决任何危机。很快，我们到达了南极冰川，进行停靠，等待5级灾难过去。游轮的收音机里突然传来国家广播的声音：各位民众，大家好。国家冰广海上安全基地已建立，由无数航空母舰搭建成的海上堡垒，请各位民众等待救援。国在人在。我们激动地相视一笑。